大家好，我们下午又回来了，吃完饭喝了点咖啡。我们先试试音啊，不但打开这样镜头都 OK，喝了点咖啡，先试试音。大家觉得这个角度还可以吗？有问题的话可以留言，然后都在会告诉我们再调整。因为下午时间会比较长，不用着急，一点点演示。大家先对这个直观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好多人觉得，我做这个足部是不是不干净啊、不卫生啊，容易感染啊？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普通大众和医学观念的问题。就是从角度上来说，其实它的菌群是相对单一的。你只要不是说你天天往泥里面啊、往很脏的里面去光着脚去弄，或者你皮肤有破损有感染，不然相对来说它菌群是挺单一的，远比我们的手要干净。哦，是这你样。手每天接触的东西是更多的，其实接触不同菌群的几率更大。所以从医学上来讲，其实我们的手比脚要更脏一些。当然，如果有特殊疾病，比如我们看到他皮肤有感染啊，有疾病或者说他有炎症，那还是要小心。有奇怪的气味要小心，看他的指甲是不是有灰指甲，嗯然后有没有这种甲沟炎，如果有的话要提醒一下患者，及时的处理。加拿大这边有很好的处方药，效果还是不错的。不要乱用一些奇怪的药，有时候乱涂乱抹还是容易加重病情。是的。小指甲保健防止甲沟炎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像这个猪带子一样，把指甲剪平，脚指甲要剪平，这样就避免两边剪弯之后它会挤到肉里，然后手要剪平不行。我们做手法的话，就是要保证指甲不要太长，避免伤害到患者，伤害到自己。如果一个是特别洁癖的，或者是还是有一些观念的问题，这个消毒湿纸巾擦一擦手，擦一擦患者的脚就足够了。没必要像一些这种足疗保健机构给你弄个木桶，泡乱七八糟的东西，让你先泡个半个小时、40分钟，那种没有意义。嗯如果是泡脚，大家喜欢那种舒服的感觉，泡8分钟到15分钟就足够了。嗯超过15分钟的热敷，这种泡脚也好，泡澡也好，其实对身体整体循环是不好。嗯短时间外源性的加热会让你局部的血液循环加速，对它是有好的作用的。但是如果时间一长的话，人是恒温动物嘛，它这个热量不会凭空产生，你也不能从这个热水里面直接吸收热量到你的身体里，嗯这个热量是从其他地方流过来。嗯如果超过一段时间，流过的热量的血液主要就是从你的内脏和大脑里面流过来。所以如果泡的时间太长的话，对我们大脑和内脏是相当大的。嗯然后做治疗的时候呢，有一个提高疗效的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一定要让患者配合的放松，不要让他把注意力集中到别的地方。我们看到有的这个治疗保健的地方，他会让病人随意啊，给你放一个电视，你看看电视，或者是听音乐，或者玩游戏，或者你随便刷手机了。但是实际上，大多数人他神经的控制并没有那么先进。嗯我们人类就是这个神经系统是比较差的。哦好多人他手这里玩游戏或者刷手机的时候，他的脚就会不自觉的绷紧，你操作就很困难，也很难达到很小的效果。最后做完以后，可能两个人都不太舒服，所以还是尽量让患者放松，把注意力集中到脚下的感觉，然后随时给我们反馈，这样可以让疗效达到最大化。嗯我们今天的讲座主要是针对初学者，标题也写了有零基础嘛，你没有任何基础，你可能都没有做过足疗，都没有做过普连按，但没关系。我们教你一套方法，你可以照着做，模仿就行，能够做出60%的样子，嗯就可以达到市面上90%的人达不到的效果。我们之前也有培训的学员学过以后呢，嗯还是做同样的工作，同样的岗位，但是患者的反馈和好评就比之前要好很多。当然这点可能光通过直播、通过视频的效果很难学会，但是我们尽量就是把该说的、该做的都演示好。如果做的不足的地方，大家根据反馈可以下一次再做的更好一些。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明白，
我们之前讲的，你要治疗的部位这个结构，嗯它的结构决定了它的功能。所以大家观察，大多数人都是无分小的，也有多的，也有少。多的呢，一般来说不影响日常生活，但是你穿鞋可能会稍微有点障碍。嗯少的呢，像是古代有一种刑法，它就是把占领的地区大脚趾切掉。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它需要占领地区的劳动力去干活儿，但是又是担心对方反抗，所以最简单的就是他把壮劳力的大脚趾切掉。切掉之后，这个人会出现很严重的不平衡，他的没办法完成平衡能力，每走一步都是晃来晃去的，所以就没办法这种进行激烈的战斗或者是太正气的劳动。但是日常的任何手的工作是不影响的，所以它是古代的一种情况，所以说很残忍，但是非常有效。所以我们想一想，你如果因为鞋的原因、运动损伤的原因、各种原因，导致的你大脚趾或者哪个脚趾或者哪个骨头关节结构出了问题，其实也是跟受到这种刑罚没有太大的嗯会影响你的日常的生活、日常的工作、日常的功能。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市面上没有人去提供这个服务，我们去提供。嗯市面上其他人做的不好，我们去做。那你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空白局，所以你就算达不到我设计的这个手法的标准的状态，应该达到的高效，但是你只要做了，就比市场上其他的人要有同行的衬托，你就能找到自己生存之道，你就能够挣到钱。你像之前有一位学员，他的一些病人，就是跟我反馈说，谁谁谁给你学完以后，做到了神似，那就很不容易了。这个，呃，是要真的下功夫，是要动脑子。嗯就是叶圣陶说的这个六字真言，不管是学习生活、学技术还是工作，嗯我觉得这个六字真言对我的受用非常大。来，人呢？哎，你好，李老师，你好，请进。来自己搬凳子吧。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欢迎。就是我们今天直播同时培训，然后可以把这个一起来学一起。坐在那边有意思。这还有一个凳子，这帮换下都再搬一个凳子，应该还有凳子的。不是里面是吧？不用说那我在个，哪？是我们稍等一下。下。我坐这里可以吗？还是？坐这就行，离近一点。好的，完全没听吧？可以可以，看怎么看方便。不会打到镜头都没事的。想站起来走动也都是 OK。对对，咱们这自由直播，真直播，不要太在意这些细节。这个李老师和他同事应该都是很拿你的就算能去沙发是那两个设备有那个就是按摩和那个健身。哦，还有 TCM 的，我也 TCM。你们有他的北京中药，他说我每校友。对呀，他说你是从北京，我跟陆长说那时候我们校友。对呀，因为还有好多认识的人。那我们先继续把这个课程讲完。好。李老师是两个牌照，有第三能学 RMT，也有 MOT，手动正骨疗法牌照，在本达比地区，技术非常好。大家有需要可以去跟他讨论。李老师以前也在和睦家工作过，也在新加坡和澳门的专门的产科医院从事过这种产后康复，还有新生儿的手术护理，非常专业。那我们正好刚开始，那我就是简单讲一讲，然后还没开始演示。先讲一下脚的结构。脚的结构呢，你说复杂就是非常，它骨头非常多，28块骨头，分成很多的关节，应该是8个多的关节面，然后沿着我们小腿上面的膝盖，功能上呢，上午的时候我们就讲，就是平衡、站立、行走，很多的运动都离不开。
我们治疗呢也是非常的有必要的。很多人有脚的问题，但是他不知道去哪去找，或者他找到没有得到很好的疗效。我们通过这种系统的观察、治疗、评估，然后把他的问题就是释放。我先简单介绍一个基本的放松整理下肢力线的方法。这个方法分几个步骤，大家一定要按顺序来做。目的呢有几个，一个是评估一下它的关节的活动度，看看是不是有严重的损伤啊，或者说是受限。如果有的话，我们要进一步或者去做其他的治疗，然后排除一下上肢的这个大腿骨盆会对足踝的影响。如果没有，我们就可以继续治疗。第一步呢是看看下观察一下它的脚活动度，看看情况。这个方向不能够动，不太多，但其实是能感受到阻力的。我们第一步呢，就是先让下肢的整个力线往这个竖立团银行坐板上，一个手呢抓住它的根部，另一个手抓住它的脚掌的根部，两个手不要太用力去用，就是轻轻握住，有阻力粘连上就行。然后往后用身体的力量前拉，不是用手，你用手的话其实拉不动的，就很容易疲劳。我们通过身体，然后一个快速的拉动，然后关节打开就行，两个动作，一个手掌的掌根在它小指的手指关节，另一个在大拇，先让它内翻到极限，继续检查，也是让它内翻的能力外去，内去，外去。然后每一个脚趾依次也是先拉，从根部开始，不需要太难。有的人会想，有的人不会，没有关系，主要是检查一下它有没有卡呀这些方面。把它的脚掌有一个中移位或者稍微有一点支配的状态，从它的根部上端开始，外侧、内侧、中间，依顺序过来开始做。这个叫足底矩阵，就是我们组成足弓的几个点，按顺序依次的给它一个向上的力。我们大家日常行走也好，站立也好，都是体重受重力作用，会给足弓、给足踝一个向下的压力。所以反过来，我们治疗的时候就希望给足弓一个向上的一个支撑的力量。所以二三不需要太大的力，主要是力的方向。四中心这个点比较重要，因为它有两个纵行弓，所以我们要分别45度方向去上左右内侧，这个点是非常容易紧张的点，但是我们不需要像那种足疗保健按摩那样那么大的去刺激，主要是感受一下它的紧张的程度各个点，然后去发现问题，然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最后就是足弓的上部，就是关节这个地方。一共是9个点，按顺序去检查，同时给它一个往上的力。当然，中间这个点我们是要给它斜向的力，用力就行。直播这里已经看清了，不太确定，看不清了没办法。然后膝盖，检查一下髋关节的活动度，一收，保证掌骨贴到它的腿骨头，然后一只手抓住脚踝往下用力拉伸，另一只手往下拖推足。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整理操作。同时，我们也检查了它的关节活动度，
他的足弓的紧张程度，让我们就心里有数了。只做这一个治疗，很多功能性的问题就能得到改善，尤其是两个脚不平衡的问题。比如有些人非常喜欢宣传这个长短腿，还有这种骨盆的旋转，好多不是骨盆本身它旋转，是因为它的两个脚不平衡，所以它骨盆代偿性的旋转。所以我们做了这种整理动作，把它下肢力动调整之后，让患者下床，他马上就能够感觉到不一样，会觉得站得更稳、更平衡。那接着呢，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推荐初学者做的一套，整个套路先做哪里，再做哪里，一步一步一边演示一边解说，然后放在我在另一边做，这样大家两个方向的角度都能看得到。你们把凳子搬这边坐一下，看坐哪边方便都可以。那这样子看都是地方的。第一步呢，我们就是因为是初学者，所以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不是从复杂的。之前我们教学都是针对专业有牌照的，所以可能会从结构上，从这种更系统的角度去教，所以有的人不太容易掌握，因为有的部位的操作对手的感觉和手的操作细节要求更高一些。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主要是针对零基础的，那就要先从简单但是又有效果几个步骤开始。第一个步骤就是先要纠正它的跟骨，还有胫骨和腓骨之间的关系。很简单，就把你的手垫到它的跟骨下面，用你的劳宫穴把它握住，然后手指给和这个腕骨把这个跟骨固定住。这个时候不需要用力去抓，只要是轻微的搭上就可以。然后另一只手呢，你要从膝盖这里开始，不需要太大，就是前后晃。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上午有放出足踝的骨骼的结构图，这样做的情况下，你们应该会怎么活动呢？就是我们上面的胫骨、腓骨，然后跟骨它组成的这个踝穴，跟骨和胫腓骨之间的关系会得到纠正，还有一些卡压的地方就会松动开，腾出足够的空间。我们可以说，这个踝穴就是足踝关节里边空间最大的关节。有个关节面最大的关节，所以我们要找空间，从动态的结构来找出空间，让那些小的卡压的关节或者挤在一起的关节能够松动开。一定是先从大的关节开始找，这样更容易，然后你后面调也更轻松。先是调这一个关节面，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关节面，它是几个关节面组成。不需要太大力，就是越轻松越好，然后患者觉得舒服。你要观察他的脚是不是一个规律的，就是匀速去做就行，也不需要太用力。我这边已经能听到一些声响。日常我们脚，假如说我的手是地面的话，脚踩在上面，还有重力的作用，它的足弓会拉开，就会把脚趾往前的方向，把跟骨往后的方向提起。所以我们这个动作也是给跟骨一个往前的力量，让它的足弓可以有机会往上可能更多，让它这个筋膜张力得到松弛放松。这个做多长时间呢？我们一般做5到10分钟。然后手都是随时可以调整。是你要根据患者的情况，根据你手下的感觉去调整。然后他的肌肉的状况、关节的状况、筋膜的状况，这个随着你的熟练度，对人体结构这个知识越来越丰富，你可以做到的越多。反正一开始你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就这么晃，你反正没有基础嘛，也是练习，也是提升经验。就是你要做出效果的话，就是可以用时间去换取。如果说我就是一门心思要学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只做这一个手法，
你这个手法做个20分钟，它起来很多症状都可以改善。因为我们从它的整体结构最大的关节面做的调，有一些细节其实人体都是可以代偿，你不需要调的那么精细。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要换一个位置，就是我们这个动力手，要让它力的方向和力的作用点要做出调整，这样它调的关节面和关节的位置不会发生变化。就是我们说的按血液的力的三要素，现在还知道力的三要素，方向、大小、方向、大小、作用。重点。很多做保健按摩的人，可能更觉得靠感觉或者靠他想象，需要我越大的力越好。但是我们知道，艾灸也就说那个力学定律是3个要素，你只强调力的大小一个要素，就等于是耍流氓。你如果方向不对，那你力量越大，偏的越多，越没有效果。如果作用点不对，它明明是脚踝的问题，我这脚趾再大的力也碰不到这个，所以一定是3个因素都要考虑。你的手放在哪，就是你作用点在哪，你要往哪个方向用力，希望这个力透过哪个关节移动哪块骨头，脑子里要清醒。当然，如果你脑子不清醒，照着做，靠感觉，随着你经验积累也能做出效果，但这样效率就很低。如果你脑子很清醒，你对结构很熟悉，很快就能上手，很快就能做的比很多老师傅效果都要好。所以我们要多动脑，就是叶正好说的，动脑筋想心思，你6字真言做到了，很多问题并没有那么复杂。像我刚学手法的时候，袁玉衡教授就经常跟我说什么叫科学。当时就是社会上、网络上很多人在说中医不科学这个不科学，那个不科学。然后有人就问我什么叫科学，我说什么叫科学？他说科学就是可以重复的这个科学。这个手法我做出什么效果来，你做就应该是什么效果。如果我做出来有效果，做出来没效果，那就不叫科学，这是神话。所以好多人就是追去说什么这个医术就我能行，我的徒弟都不行，那其他人更不行，这是叫个人崇拜，这不是一个科学严谨的态度。所以我们要学习就是学习科学精神，我没做出效果来，先要想我的方法呢，是原理没弄明白，还是操作上细节没注意到，而不是说这个方法不对，我换一个方法。有的人就是这样，我参加这个实习班培训，学完了以后，老师操作的很好，我也觉得很好，很有道理。然后我回来以后没学会，那怎么办？你应该是钻研这个技术，而不是说我再去报一个别的培训班，我不断去碰，看看哪个符合我的理念，我能做出效果就是对的。最后发现学的都是四不像，哪个效果都做不出来。最后我们是希望就是像梅兰芳大师说的这样，就是学我者生，像我者死。你做出来不用跟我一模一样，你做出效果一模一样就行，甚至我希望你做出效果多，因为我们身体条件不一样，性别不一样，力量不一样，知识也不一样。按道理来说是应该做出不一样的效果，但是我们只要方法对，操作规范，是可以让这个效果无限接近，这就是科学。什么问题？没问题，很科学。所以培训的意义就在这里，我们要把道理说清楚，而不是说你看我一个直播或者参加一个培训课就怎么样。不相信的人就是看个直播就能学会，有的话那他不看我这个直播他也不会。反正我是学不会的，你让我看这个直播，我是学不会。这个动手能力还是你要实际操作、实际上手来。第第二个，讲的那个，不好意思，可以提问。随便提问，咱们就讲一个，就是光做这一个动作20分钟就能解决很多问题。您是指的是这种下肢啊、膝关节？一会儿我们可以让你体验一下，
因为您之前可能没接触过我们这个治疗，然后不知道有没有脚的问题。按照我上午的讲座的理论分析，就是脚踝的问题是100%都有，每个人都有，只是问题大小以及多少的问题。就是说不只是解决你的下肢的问题，可能全身的问题是吗？都能得到。就什么中医理念也好，这边的整骨疗法也好，都是整体观念。就是按道理说，你只要是直立行走的，那你把你的脚踝的问题调好，你的足踝能够正常的功能的话，那你其他地方代偿就可以解决很。所以有些全身的问题是可以解决，一个是从力学上看，一个是从血液循环的角度看。下肢的血液循环占50%，所以我们把下肢的血液循环改善之后，你的内脏还有你的大脑都会有变化。很多人做完脚踝以后，我们这种方法做完以后，他的起来的反应是觉得眼睛变亮，头脑变清醒，并不是说我们是通过什么穴位，通过什么气功，通过什么神奇的力量来做到的。很简单，就是他之前有大量的血液循环堆积在下肢，不能够正常的回流到心脏，回流到内脏和大脑。现在他这里不需要那么多血液，它可以正常的流通了，大脑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并不是给他什么东西，而是恢复他应该有的，而不是说我做完以后能产生什么神奇的效果。像我之前有一个病人，我就特别喜欢拿他举例子。这个病人呢是田径队的，省级的吧，应该是膝盖受伤了，过来找我们治疗。都是队里面出钱嘛，他不用出钱，他也没有钱的概念。然后问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半月板不行了，我这个找你治疗，大概能治1个月之后我得回去训练，然后你治完以后，我100米能不能跑到13秒？这个问题一下把我问懵了。我们是治疗的医生，你这应该问教练了，对吧？然后我就也动了个脑子，我说我不能直接打老票啊，我说你治完一定能跑到13秒，安慰他，那也不对呀、我就问了一句，我说你原来100米跑多少？他说我原来最好成绩13.5吧。我说那你原来最好成绩13.5，怎么受伤以后治疗完还比13秒能跑进去？你还跑得更快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所以我们只能在现有他的生理结构前提下去做。做他原对，这就跟做美容一样，跟你说你今年20，我们做完治疗你明年18了，这明显就是骗人嘛，对吧？要不然你就改身份证。对，就是我们只能做到我们理论上能够达到的上限，但是那个上限，患者满不满意要看他的认知。他原来跑13.5，我治完以后他跑到13.4，我觉得是有可能。他如果再努力科学训练的话，有可能跑进13秒。但你要光靠治疗，他那躺了1个月，也没锻炼，也没训练，然后跑得更快，这是不现实的事情。所以你说能不能改善全身的问题，理论上是有可能，但一定能改善吗？那你如果颈椎有问题，我们要先治颈椎。对对，很多影响因素。对，那你如果要是商业宣传，那肯定就是说，我治足踝调全身，调完足踝以后什么病都治了，不用看别的了，这就是商业上。但是实际上讲科学的话，不能这么说。对。但是你要知道，理论上是可以的。我们包括今天是初级的培训，就是高级一些的培训，我们也有方法，就是可以通过足踝调整颈椎、调整腰椎、调整胸椎，有一些技巧，还有一些知识方面的特殊的技术。但是今天我们可能涉及不到这些内容。谢谢。就是实事求是就是这么说的。对，我要是为了卖课，我就不能这么说；为了卖课就怎么神奇怎么说。但是最后上完以后，就是交完一次学费就再也不要联系了，对吧？就骗一次钱就好，一锤子买。但是我们就是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就是这样，没有那么神奇，但是我们想要的效果做得到。当然你也有些特殊的疾病，就是你只有调足踝，有些疾病你调上面、调颈椎，怎么调都调好不了。我之前在医院的时候，有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病例，一个大概70岁左右的老年女性吧，她是
很严重的颈椎病，就是不能坐、不能站、不能睁眼，一睁眼就头晕，一坐就头晕，站都站不稳，就生活非常受影响。当时是找我们医院的王主任治了1、2个月，一点效果，就是大家又会诊他，这出主意想办法，各种方法都试了，没有效果就是没有效果。那怎么办呢？那也没办法，病人就出院了。出院结果大概过了2、3个月，这个病人自己找，很炫耀的说：“我颈椎病好，我再也不头晕，我现在走路很稳，什么事都没有。”我们肯定好奇啊，我说大家想了各种办法都没治好，你这怎么治好的？我们去学着吃经。我没治颈椎，我到某某医院把我这母外翻做了个手术。之前他站不稳，把母外翻手术做完了，脚不疼了，能站稳，颈椎就好。他就是说我们之前是误诊，颈椎那个年龄确实颈椎，你照片里都有问题。但那个头晕是不是颈椎引起的？症状不是因为你光考虑颈椎的话，就是治不好。做母外翻的大夫，我相信他也没考虑说我做母外翻能把颈椎治好，能把他头晕减轻，那最后就做到了。但是我相信做这个手术的大夫不会把这个写到他的治疗效果，所以我们做这个专业来说，可以做出这个效果，但是我不要去鼓吹这个效果。他这个是你能治好那个是加分的，我恭喜你。但是我们主要目的是要治疗足踝，足踝的问题先解决。那个是锦上添花。那个是比较高级的设定，就是他可能需要考虑的，也不一定是高低低级，可能就是香蕉碰到死耗子。对对对，但是他的一些头晕什么的症状，可能确实是因为脚它不平衡导致的这个。所以后来我知道这个案例之后，的一个平衡。看到有的这个头晕的病人，我都会问问他脚有没有不舒服呀，然后有必要的话，我也会调一调他的脚，也会有一些效果。是，确实。就是说明再一步说明就是我们这个脚踝、足踝的问题在社会上非常。如果大家作为观众自己有一些颈椎、腰椎，甚至说一些内脏的问题、膝盖的问题，长期正规的规范治疗没有效果，我建议你考虑一下是不是足踝的问题。你加上一点治疗，可能你其他的问题也会得到改善。这也是我推广这个理念和这个治疗方法的目的之一，希望大家都能受益。你帮我看你这个直播还在吗？别那个关了。怎么看？还在播着。还在播吗？在播，还在播，画面在动。还在动啊。在动。嗯。怎么？声音不是很清楚。那怎么调呢？声音不是很清楚。这个吗？可以往上调一点。用扬声器吗？不是。这是那个耳机吗？你试一下声音，我说一说看看。这个有观众留言说是声音不太好。我这里看声音好像没有问题啊，而且声音不是开到最大才有，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是啊，他说你们说话声音不太大，因为我们只有2个麦，然后如果你们要说的话，我站在我们俩身边说，拿着麦说，不好啊，不好意思，就是麦克风只有2个，所以就范大夫和我这里有，其他人可能声音就会稍微小一点。下次我们注意，如果他们提问的时候，给他们一个麦就行。就是要提问你就举手，然后我们给你一个麦说，就会通俗的。好的，我们再继续。这个刚才是调的胫腓骨和胫骨，就是环穴的一部分。我们再调环穴的另一部分，就是胫骨和腓骨下，
就是内踝外踝，不说解剖的名词了，因为很多观众没有医学的基础。可以看到外踝内踝有两个骨头，这个骨头的下面可以找到这个关节缝，然后你就把上面这只手放在这个关节缝这里，然后跟骨往上推，两个手相对用力，这个地方就是调另一个方你这样操作的时候是能感觉到这个空间在发生变化，这个转动。对，它是有一个旋转，就是人体的关节面都没有平面，都是弧线，所以我们操作的时候也不是一个直线的一个运动轨迹，而是弧线的。大家尽量用身体的力量，不要用手的力量。用手或手指的力量，手就会容易变形，容易疲劳。然后反而我们用手掌、掌根，然后用腕骨这里，都是比较轻松，它受力面积也舒服，患者也舒服，我们还省力。然后通过重心的移动，把力量传导到手上，再传导到患者的身体里。通过患者的身体，你下面的手能够感觉到力，就说明这个力量传导过去。看着好像是很用力，但是实际上没有那么大，主要是你的力量的作用点对，力量的作用方向对，它的效果不需要太大。如果你要太大的力量就会受伤。就是我们同样的是中医骨科的手法，稍微调整一下方向，调整一下力量，就可以造成脱位和骨折，就是这种传统武术里面这种关节技。而我们是治疗为主，不是伤害为主，所以力量一定要控制，不需要太大。如果大家是保健的目的，或者是放松的目的，并不是针对疾病，我推荐每个动作大概做50到100下就可以，不需要做太多。如果你是说我为了练技术，我可以就一个手法，我做15分钟、20分钟，太多的话意义就不大。一般一个部位这种小关节有个5到10分钟，其实就已经可以彻底松脱了，除非它是有一些变形或者是关节的这种损伤、永久性的变性，需要特殊的手法，我们要多角度、多方向的去做。这是第二个方向。第三个方向，我们继续往前找，还是能够找到一个突出的，这个就是跟骨的前面，还是一个手不停地跟骨，一个手往唇下的方向，这是跟骨前的关系。没错，我做了50下，大概就是1-2分钟的时间，不需要太多。你要根据你的收费、你的目的，然后你决定一下整个疗程的时间是多少。我可以很快的，就是5到10分钟把整个指导关节都操作完，然后把需要调的地方调完，能做出效果。我也可以让它更舒服一点，那个关节松的更彻底，让它感受更好，然后让疗效更持久。这个是看市场需求，还有你自己的自身定位。你收50块钱和你收500块钱，那你要提供的肯定是不一样的。患者的预期有，所以你要对自己的定位有清晰的。然后下一个呢，我们是换过来用这个小仪器这个关节面来对着刚才我们做的第一个关节的一条线，然后把整个手掌放在这里。有的人脚会很大，有的人脚会很小，但是通常来说，人的手脚是平底，你碰到特别大、特别小的概率都是相对比较小的。我们也给这个姚明和他老婆叶丽做过，因为脚也不是说打的那么夸张，还是正常人那个
正常的这个手，我手不算大，算是劲力比较小，也是足够用。然后大家也不要挑战极限，我就专门给 NBA 球员做。如果你是 NBA 球员那种身高的话，那我建议你去做。如果你是普通人身高的话，也会非常吃力，就不是太建议。或者说我一定要挑战极限，没有必要，因为你给多高多重的人做和给多瘦多小的人做，收的钱是一样的，不可能因为他身高体重高长度的话，你就多收钱，这样是不合理，患者也不会接受。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去选择就行，没有必要说一定要追求极限或者来什么人你都接受，该拒绝的时候就拒绝，超过我的能力了，解决不了。然后这个目的呢，是要把这脚上这几个子骨，它是两排，我们初级的手法就没必要做的那么细了。如果是大家比较熟练或者有机会上后续的进阶的手法的话，就是每一块子骨有，但是初级的话，大家不用考虑，就是把它当做一块骨头，然后一个手在它的胫骨和腓骨这个关节内，用一个手握住三个字，你去整体的去推。大家可以想象啊，如果是比如说是骰子，或者说积木吧，我们放到一个袋子，你最快把它弄过来，就是能够整体的挤压，它最后各个面部与它的摩擦碰撞，它的面都会合在一起，会贴合。所以你真正去调，没必要说调的那个，我们每一个都摸到它积木什么形状，一块骨头什么形状，关节面什么角度，哪里错位了。你如果能有这种能力的话，你可以。如果是初学者的话，我就没必要追求这个，你就整体的它一个整体，你要相信它是可以自我调整，整体的自愈能力会让它恢复到最佳的状态。或者说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教室有很多这种方形的桌子，但是摆的歪七扭八的，有横着的，有竖着的，斜着的，怎么最快速度就让它摆齐？就是你都往一个角落去挤，都挤到这个角落，它形状不同角度碰到以后，最后因为力都会让它最合适的这个面贴在一起，就都挤在一个角，就都整齐了。骨骼也是这样，我们给它一个受力面，一个推力面，就好像是墙面和推力一样，最后这些骨头都会在它可以允许的形状和结构情况下，挤压到最佳的状态，让它更有秩序。然后很多这种不规则造成的这种神经和血管的压迫、经络的不顺畅都会得到改善。所以是很多人说这个中医的手法都是模糊治疗，模糊治疗的优势，比较精准治疗有精准治疗的优势。如果我一定要评估说到底是哪块骨头、哪个筋膜、哪个韧带，你可以做到很精准的治疗，但是你的治疗未必，而且你做了精准的治疗，未必能够达到它理想的整体效果。我们还是整体观念、整体规划，从结构考虑，通过这种动态的考虑，而不是说我要在这个静态的状态下，就是这种角度，它可以放松下来，而换一个角度，它一动一收缩就不行。我们要考虑它体位伸展，然后内翻外翻各个角度都是可以达到自如活动，没有卡压，无痛无碍，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可以受力。然后痛觉感受器就是压力的感受，当压力超过它的感受器的阈值的时候，它就会感受到。所以我们的目的不是说要把这个痛觉感受器这个报警器消除掉，不让它报警，只要让它处于一个正常的范围，让它这个通域的范围够大，在它日常活动它想做的事情，不会刺激到它就可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身体也会恢复到最佳的状态，他的自愈能力也会得到充分的发挥，免疫力。其他的就是让患者多休息，那我们这个疗效可以维持的更久。嗯这两排子骨，这两排子骨之后呢，我们这个手就不变，这个手就不变了，就要开始调在根部。
紧贴的发出。然后我们要相信，所有的骨骼关节一定是存在关节面，存在关节面就存在6个方向的这种可动的方向，上下、左右，然后伸展、收缩、旋转。所以我们治疗就会沿着这几个方向、形面还有角度去做。这里是两排子骨，上面是指骨，然后它可以上下动。也是刚才说的，大概做50到100，然后左右旋转，内翻、外翻，还有滑伸、肘击拉。这个时候一定要慢一点，你如果太快的话，它的筋膜有张力不对的地方，或者是关节有可能的地方，它就会疼，会不舒服。我们够慢、够匀速，按照力学定律就不需要额外的力量，它自己会发生形变。就是牛顿就说，所有物体受力2个结果，一个产生位移，一个产生形变。我们是希望它有合理的位移，也希望它有合理的形变，这样就能把它之前的病理问题解决。那这个形变有的时候可能往往会要多花一点时间，不一定当场。形变主要是软骨，然后骨骼的形变会有，但是是通过长期的慢性应力变，就比如我们腰椎的变性，比如蹲骨的这种骨刺的变性，它是长期的慢性压力、应力不良造成的，慢慢生长的皮。你通过我们手法骨骼形变会有，但不会那么明显，主要还是软组，就给它创造一个合理的力学环境，然后让它等待它的自愈能力、它的休息恢复，产生合理变形。像我们之前听这个李居成老师跟我分享，就是他维护这个十字骨，一开始就是腰椎间盘突出非常严重，变形到不得不做手术的地步了。在举重队里，他当时在宁波队打，在这个打这个伤病退役报告了，他说我这腰疼的训练都训练不了，3个月都没训练了，我人都废了，就正常直立行走，他打个饭都打不了，就没办法，伤病退役报告就回家了。领导不放，你好不容易有一个拿全运会冠军的，这个你再试试吧。说这实在是试不了，真的举不了了。我现在在外地开会，我看不见，你等我开会回来，你当着我面看你确实训练不了，再让你退役。那没办法，就天天就往办公室跑。然后这个李居全也是，就是天天往办公室，他也想打退役报告，在宁波去当队医挣不着钱呀，然后想回家自己开个诊所，俩人天天在办公室碰面。我说你怎么了？腰疼？那我给你治治。治完以后，不疼了，又能训练了。哎呦，领导还是不信，打听我今天晚上飞机，你当着我面训练。一看确实是能训练，但是你一照片子，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变形的很厉害。然后所有的专家，当时请了应该是浙江、上海30多个专家会诊，说你必须手术啊，不做随时有可能瘫痪。我说那就做吧，谁做谁也不敢做。运动员大量的这种封闭，那个韧带都已经很脆了，就怕一刀下去就真的下不来手台了，谁也不敢做，就保守治疗。反正就2个这个都是比较失意的人碰到一起了，对，天天就治吧，一个训练一个治疗休息，慢慢恢复。后来也参加奥运会了，也拿冠军，对吧？也进国家队。这里面故事很多，我觉得这是拍个好莱坞电影就够了。然后我们就发现他的每年复查这个核磁都在逐渐变化。还说他这个年龄，你按照传统理论，你突出了就不会变异，也会不断加深。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例子，就是那么大举重队的训练量，那么大压力，那么大的强体力的活动吧，他的每年的间盘突出都在改善。
到第6年参加这个巴西奥运会的时候，做这个腰椎的核磁，你完全看不出腰椎间盘。保守治疗就可以做到，只是看你有没有耐心。做手术。不是说兴奋不兴奋，就是手术其实是有严格指征的，我们专业上都是学过的。腰椎间盘突出手术指征就2条，第一条就是保守治疗半年以上没有任何疗效，而且逐渐加重；第2条就是马尾区有神经压迫，大小便失禁、下肢瘫痪，这是手术指征。那现在有几个是按这个手术指征做的，都是患者主动要求，说我疼的受不了，我要做手术。实际上腰椎间盘突出，你疼的厉害、急性发作的时候，里面水肿是没法做手术。你到了医院，给你排期手术，先输液，消了肿，不疼了再去手术。那也不疼了，你干嘛还做？我去开会，做手术的专家说，中国95%的做腰间盘突出的手术的患者是不需要做，就是过度治疗。好多患者就想说，我一劳永逸，但实际上都知道，你这个外科最大的手术，腰椎做手术风险最高，效果最近5年，超过5年是你自己生活方式改变了，保养的危险的动作不做了，改变习惯了，5年以后才能好。你如果没有光是手术，最多就是5年，超过5年的手术就没有治疗意义。那你为了5年付出这么大的，有人是不得不选，他可能说，我靠这几年青春饭，我要挣钱，那他做了手术才能继续挣钱。大多数普通人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你好好休息1、2个月，保守治疗、规范治疗都能好的病，何必去做手术呢？以前上海的这个宣哲仁的教授的经验不就是这样？他当时在上海医学院读书，结果腰椎间盘突出发作了，疼的受不了。他是学外科的，他就想做手术。到了医院，没有人给他做手术，都文革都下牛棚了，那怎么办？就是床上硬板床躺嘛，躺3个月自己好。那他就想说，那没做手术也好，是不是不需要做手术？就发展这个软组织外科学嘛。那其实就是很多是没有必要的。你这种病做手术，对患者个人来说是很大的代价，对医院来说，对这个国家来说，对保险都是成本都要高很多，远超保守治疗的成本。唯一挣钱的就是手术器械的厂。外科医生他本来有这个时间，他可以做更多需要他做手术，何必呢？这个就完全是商业化的。脚踝其实更是这样，骨折做了一个手术，打了钢板，它的功能反而变得更差。之前关老师治的那个病例，在本地很简单的一个外科就是打了钢板以后，天天疼的睡不着觉，疼了几个月，之后一看这钉子打完了，做了手术把钢板取出来，什么事没有了，也不疼了，活动也不受限了。手术一定要慎重。我不是反对手术，就是需要手术的时候，那该做就做，没有什么可犹豫的。而且有些手术比保守治疗是少好很多的，但是没必要的，真的不要乱做。好，说回来，我们继续讲这个足踝的手法，从上面我们讲到了子骨这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区域，因为是我们足弓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要各个角度刺激，同时一定要给一个往上的所以用手掌掌根托住8个手指，就是旋转，先是左右上下找一找，看哪里有卡的地方。大家可以想象这有一个表盘，一个时钟，每个角度1点、2点、3点、4点、5点、6点、7点、8点、9点、10点、11点、12点。有的角度就是受限的，大多数人都是往10点到11点这个方向去受限。胫腿韧带是非常容易受伤的，不管是你扭伤还是它慢性疲劳，所以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变成一种 O 型腿，就是足内翻的状态。
还有这个脚踝扭伤以后，他一直也没有陪伴，就是他扭伤时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治疗对大多数人来说的话，就是需要让他处于一个外翻的状态，然后让这个关节固定在这个状态，把这个外翻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各个方向都觉得都松开了，不会说像刚才去做表层实验的时候会有卡压、阻力很大的情况，我们就要再进一步加深。治疗是希望他能够做到比他来的时候状态更好，即使有退步，也可以维持在比来之前的状态好的状态。那我们就需要多角度、多方向的去思反手，好像拧毛巾一样，各个方向去给它拧。因为这种旋转的动作在日常生活中是比较少见的，大多数人的活动主要是单关节或者多关节的单向运动，或者是两个方向的运动，这种旋转相对少。传统武术当中就会有一些这个专门的训练，因为人体受力的话，它习惯性的抗阻就是单向的前后，左右人的抗阻很多人是没有的，你从侧面打一下或者飞一下，他就站不住，他会摔倒。然后这种旋转的力，他就更受不了，都不需要很大，都是技巧。所以我们治疗也是要同样用这个人体的结构，你给他一个旋转的力，一个螺旋力，现在流行的说法叫螺旋力。这种螺旋力进入到人体以后，可以把它这个状态固定在这，而不是有的人想说，我这个你给我一个螺旋力，我觉得身体在转，那个都是想象的，不是真实的，人体没有这个功能。拧毛巾一下，拧毛巾我们就是把毛巾中的多余的水分挤出去，然后这样做可以把关节以及其他周围组织多余的这种代谢产物淤血是循环受限的地方出来，让它回到正常循环代谢的，也是要慢，然后看着这个很用力，但其实是没太用力的，更多的就是力的方向和角度。然后就要处理到折骨这里，手上叫掌骨，之前学的时候叫折骨，现在好像现在都叫指骨了，所以脚趾这里也叫指骨，这里也叫指骨。我不知道这个汉语言专家编词典里再想一想，我怎么区分这两块骨。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改那个，反正就这样，现在都叫指骨，但是我们过去叫折骨，一个足一个十字，繁体的话就是一个竖，也是各个方向上下，一个手做支点，另一个手还有杠杆，是通过杠杆把这个力在体内放大，你才能够四两拨千斤，而不是说我全身的力量压上去，我要多大的力量，我要把这个关节破坏掉。之前有个人学少林拳，他又是推拿以后，他就我要想想把这个墙打破，我要把这个骨头弄碎。你弄碎，你就要进坐牢的。你不能这么想的，你是要把这个治疗，不能把这个破坏的方向去想的。一定是柔和的，然后你慢一点，然后你要想让你的力量作用在哪个地方，然后上下左右旋转。这个入门级的课程，我们时间有限，就展开讲的多了。实际上，我的手法是这样。然后第二个，我还是叫折骨吧，我习惯叫折骨，就是食指的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骨头的两个末端去动。第三个。
如果有点特殊，那跟大家说一下，这俩这种啊，就是说注意的手法都是。最后呢，就是关键的就是要把这个脚掌出线分开。上面我们会讲，是平地走钢丝，要观赏这一条线。很多练传统武术、传统养生功，它都是这一条线要两个脚要平行。我之前也在节目里讲，手要平摆，脚平行，就是身体追求平衡的一个基础要务。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平行线要做出来，一只手画出这三个方向，这个手画出这三个。你的一点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看看哪里是最多的。因为拍摄的原因，所以我们是从这个角度，因为可以其实是从这个角度上更顺手一些。熟练了以后就做就行。所谓的专业性，就是你可以在任何角度、任何体位达到你想要做的效果，而不是说我一定要怎么样才行。然后我们就是要做这5个脚趾这个折骨之间的这个关节缝，软组织这一块，我们也是要分开。很多人治疗过于关注这个关节，忽略软组织，但其实软组织的问题出现情况更多。看直播的朋友不用着急啊，我们第一遍就是先演示，之后我们还会多演示几遍，然后让这个新来的李老师他们也体验一下。他们作为初学第一次来学的，他操作的时候出现什么问题，我们也会解答，一步一步来。所以直播时间还是很长，我们现在刚2点，还有2个小时会讲这个，会讲的很细的，它的步骤还有细节都会讲。然后到4点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实际的病人，可以让大家看一下他实际的疗效。然后脚趾呢，我们作为初学者就没必要做的太细了。如果是专业的话，是要求每个关节都做的更细，原理也是各个方向面、平面、角度都要做到。但是作为初学者，你可以就整体抓住之后转一下，不用太复杂，然后给它伸展的可以，不需要做的太细。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要纠正一下它的内翻和外翻。大多数人都是内翻会多一点，但是少数人，比如经常练举重的，还有一些特殊的运动，它会出现这种外翻的状态。所以我们要稍微纠正，尽量让它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所以我们会先让它内旋，大概做10到20下，然后再外旋。这个时候脚踝的流基本上都松的差不多了，大多数的关节都得到各个方向、各个角度的放松。我们要把正腿骨的位置，还有小腿的肌肉调整一下，屈膝，然后手抓住他的小腿的肌肉，左右转。一到2周指持续。最后到刚才说的我们第一条线路，这个时候也是把你的手掌，这个时候就往跟骨这个方向用力了。之前我们是调的脚趾这个方向，一个手固定膝盖上面这个平台这里，也是把它的这个胫腿骨的下端往后推，不是跟骨，因为床面的作用，它就会往前推，还是纠正它的。同时主要纠正跟骨不同往上我们将和跟骨偏歪了之后，你跟腱会跟着。
调整回。有的人就很多人受伤之后，然后发现分量线是歪的。很多职业运动员他提到之后就是分娩出问题，刘翔啊、姚明都是。但是你作为这么知名的运动员，自己是做不了决定。开会讨论让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就快明白。这个申请了让他保守治疗，但是做不了。上海他当时找的团队也是建议保守治疗，最后就是要去做手术，你做完手术你就对不来。去哪里做的手术？德国。刘翔去德国做。哦。那个时候我们把肩骨往上，然后一个手推住这个肺，然后旋转和从就是刚才是反过来这个步骤，就是要希望把他的胫骨和腓骨，我们每天讲的这个耻骨和桡骨两下两把它给对得齐一点。就是旋转，然后横移，最后觉得很松了，不会说一动他就在想在有一个摩擦。我们希望让他把腓骨下一个得到纠正，往上去推。你手要放在手掌放在腓骨这里，能够感受到通过推脚掌这个不靠上。因为腓骨因为直立行走，它会有一个天然的往前往下的很脱位的方式。大概一套完整的治疗就是这样，作为初学者，应该是你能遇到的90%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我看看腓骨半脱位会有什么症状吗？有的小腿会萎缩，有的是腿没劲儿，然后还有的人他是脚踝就是因为往下会挤到这个外踝这里，所以他会处于这种内翻的状态，他就非常容易习惯性崴脚。然后他的步子一般也会相对小一点，因为他这个肘屈的活动是受限的。再严重一点就是非动神经损伤，就足下垂。不是说因为外伤引起的吧？有的是因为外伤，有的是因为日常习惯。日常活动。就是有的是他可能站姿啊，站姿坐姿影响啊，日积月累，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这种。很多人是有症状，但他不知道是这个问题。你光在脚踝这里治，他没有查他的腓骨，就可能他翻了坐牢。不知道，从来不知道腓骨还有这个半脱位的情况。这是有一个惯性因素，就是人体它是因为我们原来作为脊椎动物，应该是这种四肢着地的行走模式，脊柱是不应该承重，它没有承重这种设计。然后我们的手，它其实是分散一部分重力之后，你的腿和手会分工不太一样，它的关节角度也不同。因为腓骨它原来的设计，说像这种狗啊或者猫啊，它的腓骨的状态和人的这种直立之后的状态不太一样，所以这个结构就是会天然会有一些趋势。有的这种人类学家就认为这是发育不完全的一个表现，就是你进化不彻底，一个进化遗留。然后也有的这个人类学家就认为，它可能就是因为你变成直立行走了，所以它才会变成这样，就是各有各的说法。因为人体好多问题解决不了。那我觉得，尤其我们学中医好处就是，我们不是说做这个侦探，说一定要弄清楚什么原因，到底是这个受伤造成的，还是慢性劳损造成的？我们把现有问题解决就行。不去。我们不用还原这个案发现场，到底它是因为什么？那个你随便找一个，你相信的就行了。反正我把问题解决，你交钱就行，对吧？我们要把问题解决，而不是我决定我怎么评估啊，怎么检查啊，我让你去做几十种检查，我都清楚了。你就是10年前某一天
的那个下午。被人踢了一脚造成的，那我头选怎么办？择那么清楚，没用啊，没有治对啊疗办法。你就说很多现在网上我看那个什么新的节目，叫什么初入职场中医季，说什么双手一块把脉就起个名字，那你有意义吗？你诊断再清楚，你没治好，根本没用啊。病人付钱不是让你看诊断，让你把问题解决。你这说的天花乱坠，这个脉那个脉，你这起好多花哨的名字，表演那么好看，这个可以吸引人，但是不解决问题。啊，脚放松了呢，人就全身都放松，正常现象。就医生就是直播会直播会继续，然后我们就是到时候就是可以看回放的对吧？就是到那个点那个链接就可以看那个回放，还继续的一些课程。然后就是非常感谢，就是让我们就是让我们的头碰过来，就是学习一下，开眼界。对对。然后因为我等下要去接小孩，在本勒比那边，我就是先走，然后我一定会继续看你的回放，然后好好回去练习一下。谢谢，谢谢。感谢今天有过对，有这样机会，这样机会真的是我们中午就是给拉开，对对现在这样，对，可能现在要离开，因为回去也要40分钟，要赶在3点前，受不了这个上手的这个感觉。就是我们下一次，对我们相互练习一下，然后拍下来让老师看一下。其实主要是线下培训的意义就是你能做模特，能被我操作一下，感受到看他这个手法真正的目的，他希望能做到什么角度，做到什么程度，才能达到效果。如果只是学一个样子，就是可能很形色，但是最后效果没有做出你们想要做的效果。学到。但是我相信，你只要做到形式，然后我们的这个思路是一样的，你总有一天能做得越来越好，复制我同样的效果。这个就是科学的意义。谢谢，大开眼界。大家看懂。下次有机会会继续来啊。是哪一期的？是01年。啊，你01年，那比我小多了。往前列。没有，这个，是年龄大一点，然后以后咱们多交流。这个我们换一下，看看你的这个我们操作的。我们就先走了。好，拜拜。再见。好的，好啊，拜拜。谢谢。拜拜。好。对。行，我们这个店还有，就继续直播了。有问题吗？有这个 YANC 问能不能给段医生带个我带麦克风吧。我的诊所叫扶正轩，你在网上搜扶正轩耳顶clinic能够搜得到。你可以再打一下。也打上去。就是我们交换一下你，就是你感觉一下我说过的这个程度，我感受一下你这个哪里还有没有深到，是吧？还有同样的是不行分。我们就不说太多了，就是一整套完整做完。大家如果以后想看视频照着模仿，那就可以把这一段单独重复看。就节省时间。如果有不明白，再翻回去刚才那一遍的操作，连解说再操作一起看。刚才就是因为要说话，所以操作重点去。这个位置大概操作100下。
大家看我们视频就能够发现到，跟其他的主顾保健药品的区别是很大的。我们所有操作基本都在动态中完成的，在动态中发现问题，在动态中解决问题，然后把结构让它可以在动态当中达到最大的服务范围，能够承受压力，能够让血液循环、神经系统能够得到最大的适应。其实大家应该能看出来，我这是非常的放松的一个状态，对，整个过程是舒适。那有人脚踝的问题比较多，如果今年有可能会有轻微的疼痛，但一般不会到中度以上，不会剧烈疼痛。如果有确实问题很多，比如说痛风，还有这种关节局部某种热痛非常严重的，我们一般是局部尽量避开，先把它大的关节松开，血液循环能够得到改善，把它的这个痛风结晶这些代谢能够代谢掉，这样它当时一般都能够缓解症状。原来发热的关节会变凉，恢复到正常的温度，颜色会变正常，局部也不会说那么敏感的碰到治疗的具体情况。目前就是这个额骨和枕骨之间的这个关节相对操作的单位不够，我想这个现在是在看头上，反正说的这个表盘这个有好多角是受限。你操作我操作的时候，你已经觉得你的这个固定还是比较讲究。两个手要配合好，时刻记住我们有两只手，然后以及注意都集中到一个手上，它会有两种结果。如果你注意都过于集中到一个手上，另一个手可能不自觉的会越抓越紧，或者另一个手没有 hold 住它就出现跑了，然后你这样的一个力量就在这种移动当中就卸掉了，没有进入到关节内，达不到治疗或效率行动的效果。
那个就是小孩应该是受过伤，有一些神经性的开呀，是有一些变形。痛的感觉，就是那个屁股里面有拉的感觉。嗯，但是首先这只脚好像已经热起来，然后确实就是从拇指整个，包括这个皮肤的内侧，松动了更多了。现在就处于一个比较柔软灵活的这样。LYNNASU 这个朋友留言问这个手法的禁忌症，例如关节扭伤或骨折多久后可以操作这个手法？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其实所有的技术都是四个象限，有适应症、禁忌症，相对适应症、相对禁忌症，绝对适应症、绝对禁忌症。这个其实很多这些并不是那么分得很清晰的。比如说关节损伤如果是我来操作的话，我是希望他刚受伤的过来操作，就是让他肿得很厉害，关节错位的很厉害，我也是可以通过很细的检查去操作。我们当然要很谨慎一些，然后找到他的问题所在，然后顺着他这个生理的方向去调整，让他的关节的肿痛复位的越快，他的肿痛就会越小，然后已经肿的就会尽快的消散，他的关节的损伤就会恢复的越快，恢复它的功能，恢复它的正常的生理结构。这是关节损伤。如果是骨折呢，实际上应该也是越快的速度去把它，如果骨折有错位的话，给它错位骨折的这种错位复位，然后固定就治疗就行。理论上说，就是这个手法是没有禁忌症，就是这些情况关节损伤我觉得都可以做，但是对你的知识储备、对你手感、对你的手法的操作的控制能力和细节要求比较高。所以，如果是作为零基础的初学者的话，你只是看了我这个视频，没有线下培训，我建议你骨折和关节损伤都不要。关节损伤，我建议你观察，让患者观察个1到2周，红肿热痛急性期过了之后，你再上手，然后手法要轻一些，不要操作的太过，然后有疼痛、有不舒服的感觉，马上停掉或者避开相应的方向关节相应的离线。但是经过我们系统培训，尤其是我们后续会讲一些处理原则，
这个我也可以回头录一个视频，讲一下这个急性的关节损伤处理原则是什么，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绝对禁止做的，哪些是可做可不做的。然后你做的这个方向对的话，不管是你自己康复，还是你要给别人去治疗，都是加分的。如果你违反这些方向的原则，就会出现加重，甚至说造成一些医源性的损伤。简单说就是这样。我看看有没有时间讲得更详细一点。其实主要就是那天跟前任老张连线，您说的就是尽量不要热敷，尤其是急性高血压48小时，你不太清楚里面状况的时候，它可能有血管的破裂，有韧带的损伤，有关节的损伤。这时候你热敷的话，当时可能会暂时你会觉得舒服一下，但是因为它的血液循环受阻了，所以多流过来的血就不能及时散掉，有可能造成急性期的一个水肿、关节的肿胀、损伤，患的扩大更严重，所以尽量不要热敷，然后不要去用这个筋膜枪。筋膜枪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方法，就是和我们上午说的生物力学矫正鞋垫是同一个级别。就是我特别喜欢做这两项产业，因为给我们带来了稳定的患者群。基本上我可以说每个月都有筋膜枪把自己打伤了，或者把自己身边人打伤的乱找我们治。因为这种损伤你靠自愈是不可能，因为筋膜枪的那个冲击力是远超你日常生活当中大多数可能会面对的，接近于车祸的。就人体本身是不能够吸收缓冲这种冲击力，所以它造成的损伤是关节上的损伤。我们需要检查清楚之后，针对性的去调整治疗才能好。很多人筋膜枪打伤之后变成慢性的很复杂，当然也是跟筋膜枪它本身设计理念有关系，也跟它的使用原则。很多人并不是按说明书按它的设计理念去用的。本身筋膜枪是应该由轻到重，从就是你刚刚打到皮肤有弹动，有形变，有一点点变形，这种力度开始，逐渐深入，而且只能打大肌肉，就是肌肉丰厚的地方。所有的关节、脊柱，尤其是颈椎周围，都是禁止打，头就更不能打，你这个会打成脑震荡。不看事情。所以我们筋膜枪是很危险的一个东西，我不建议大家，因为你没有专业的医疗知识，也对人体结构不清楚，很容易就把别人打伤。当然，如果你是对这个有仇，你可以考虑这个来保。我不太建议了，有可能有法律风险。有筋膜枪大家不要碰，这是热敷和筋膜枪不要碰。其次呢，就是你要遵循你的感觉的本能，就是你怎么舒服，你受伤之后怎么舒服，怎么不痛苦，你去做什么。会引起疼痛的任何动作姿势都要注意。有的人就是没苦硬吃，我受伤了，怎么疼我怎么来，这个就是完全违反人体的本能和生物自然规律的。你怎么疼怎么来，没苦硬吃，那只会让这个损伤越来越严重，这种不可能。我之前治了一个网球肘的病人，就是他是正好疫情期间嘛，他是一个小老板，在这边做点小生意，所以基本不用上班，空闲时间非常多。那怎么办呢？这个年轻男士嘛，就希望自己这个外形好，所以天天去健身房，想把这个肌肉状态练得好一些，好看一点。但是呢，他没有找专业的教练，只是按自己的想象去练。所以怎么想象呢？就是最简单的单线程思维，或者王教授说的二极管思维、非死即彼，然后要走到极端。就是我书上说这个动作肱二头肌，我练多少组就差不多了，不能突破人体极限。那我要突破人体极限，就像漫画小说的这个主角一样，
往死里练。我就往死里练，只要练不死就往死里练。每天早上健身房开门6点去，练到晚上10点，天呐，中间偶尔抽个时间吃个饭喝个水，然后练了3个月就把自己练出一身伤来。然后来了我这，哎，我这不行啊，这个胳膊肘子太疼了，哑铃举不起来。然后我就治嘛，治完了，我说还挺好的，没事。第2天又来，我这又举不起来，你这治个疗效不行啊。我说那你干什么了回去？我回去就是试一试看看练多少回。没苦硬吃嘛，不行。啊，不是可笑，他这个思维没有转变过来的话，人教人是教不会，事教人教不会。那你再多练，练还不够，多练一练，我也治不好啊，你就知道这个。所以这个不能较劲的，大家一定是要顺其自然，你相信身体的感知能力，恢复身体的感知能力。就好像我们如果说有一个外伤，手这里有一个口子破了，那你肯定是要包扎，让它静心修养，让它的自愈能力慢慢恢复，一点点伤口长好。你不能说我今天8天没长好，那里边还没长好，放回去，放回去，第2天再来，哟，还没长好。你放心，你只要扒1天，1天再长，永远不长。你要给他休息，给他恢复的机会。人体的自愈能力是我们所有的医疗技术、医疗里面能够治疗疾病的唯一的依据。你相信你做了手术把这切开很好，它能够长好，是它能够通过它的自愈力能够恢复，所以你才敢切开手术的。我们不切开，我们相信把它的位置调好，让它的生理功能恢复到正常，它就可以自愈。这是相信人体的自愈能力。所以禁忌症主要是看2方面，一方面是它损伤的严重程度，你这里开放性骨折，骨头都碎成渣儿了，你说能不能做这个手法？你敢做你做，我不敢做，对吧？你看情况，那从那碰都不让碰，你怎么做？没法做呀。还有这个你的技术水平，我已经学完以后得到段老师认可了，他觉得我做的手法没问题，然后急性期应该怎么处理，处理的原则、处理的方向、注意事项我都清楚，那我就敢放上去，我也放心让你去，患者也放心让你去做。但是如果2个条件都不满，不要满足，不要突破极限，不要追求极限啊！我就专门治这个，怕不怕做到就做，大家不要勉强。你再看一看还有没有留言。这么说大家清楚了吗？那我们稍微休息个5分钟，上个厕所，喝杯咖啡。这个直播我就不退了，一退它就结束。5分钟以后我们回来换范大夫做模特，然后朱大夫来操作，我们再操作一遍。把麦拿下来。应该是去哪去了？超市去了。
哦，清楚了，这个人禁忌症什么的。不客气，清楚了就好。我就是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换一下人，换个人来操作，再演示一遍，因为每个人脚的情况都不一样。大概4点钟的时候，会有一位患者，我们实地看他，然后操作完这个患者服，我们腾出一点时间来教一下大家这个自我锻炼的动作。镜像我关掉了，哦，在设置里边，太复杂了。设置相机，然后再往下翻，有个镜像。啊，你看在线有3个朋友在，有什么问题欢迎随时说。4个了。上午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个调试设备出了问题，调了20分钟，这个声音都没解决，所以我把它关了以后，又重新开了一个直播。之后我会花时间把那个链接的说明啊、视频说明标题重新改过来，把那个调声音的那个视频就直接删掉了。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随时留言。这刚刚，哎呀，5个人了。如果大家觉得这种形式呢，直播大家能够受益，欢迎多评论多留言，我们有机会可以考虑每个月或者隔一段时间再做一次这种直播，也是上午讲理论，下午来演示操作，争取把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常用的手法，既安全有效又容易学的手法都演示一遍，大家可以根据这些视频能够学到东西，能够让身边的人受益，自己也能找到方向。试一试，如果发现自己这方面很有天赋或者很有兴趣的话，也欢迎改行加入我们这个中医这个行业，或者是健康这个行业。有新的留言吗？还没有。没有，那就是我们再继续吧。我们继续。还是你来弄麦，今天朱大夫说话不太方便，他嗓子有点不太舒服。然后脚边这样，我脚应该是会有声音的。你不用了，就是你就讲一讲你的感受，然后我们就是聊一聊。刚才操作过，我们还是按这个顺序，然后给你操作的时候，感受一下它的力度、深度、方法。
我先看一下这个镜头啊。这个聊天内容在镜头里会不会影响这个观看？刚才操作都能看清吗？要不要换个角度啊？需要换角度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把这个摄像头调一下角度。不需要，我们就还继续这样操作了。之前我们讲课的是从末端开始调，末端开始调，你可以把这细节调得更彻底一点。但从效率上来讲，这条大观的也是一样，而且对于初学者会更友好。就不讲太多了，我们有什么情况你可以示意我，然后慢慢的如果改的那个程度我可以做。然后我们转这个关节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就是在下面垫一个枕，这样就是让脚稍微有一点点悬空，可以让它的活动范围更大。而且这边就是远端，不需要太大的，不需要太大的，主要是匀式。你可以去观察它的髋关节，就是我们希望这个手法是可以调整成宽旧，就是让它的髋关节这个调整。当我们讲的甲状腺，包括这个骨盆对生殖系统、对它的小便、大便、这不可男科的问题都有影响。所以这个手法调整好之后，它的盆腔的血液循环，还有跟比例的张力可以得到改善。当然都是针对性的，我们需要等到当骨盆这个部位的时候，可以专门收。这个确实就是能感觉到整条腿是在松动的，而且并没有很大压。这种运动轨迹就刚才说的螺旋，这个力量和方向，就是日常生活中是不太做，所以做这种动作是很容易让之前肌肉习惯一些单向的重复的活动造成的僵硬得到放松。所以我刚才讲说这个手法你可以做时间长一点，15分钟到20分钟，你别的手法都不做，对你下来会觉得很舒服放松。放在一个位置。这个有时从摄像头看，我觉得可能是看不太清楚我们手的具体位置，那你要实际手把手的，那就操作一下才能找，或者大家可以找一个身边的人去摸一摸，你能找到我们之前讲解的时候说的具体的位置，然后你背着操作一下，就知道它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手稍微调一个手指一点点的距离，然后角度一变，它里面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可能够4个人报名，我们就开一次课，不是一个固定。因为人太少的话就没有人当过课，人太多了，我们又没办法让每一个人都切身感受到、体会到。所以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就是大概4到6个人，太多就要分期了，太少的话就开的时候效果不是很好。换人的手，调整它的速度，包括就是外翻以上以后，这个韧带上就这个伤。这让我想起来，我去年这个小腕就是扭伤，扭伤之后就是来到这治，也是当时肉眼可见的那个肿，就在操作大概15分钟之后就消这是。你还是急诊要那个管。对，先去急诊拍了片都没有骨折，这个送了我一步管，后来还发现靠我这个手腕治疗好了。
看在你是文化高手，所以脚腕受伤没有经历。而且我发现在这边有一个现象啊，就是这个受伤之后，因为程度不同，可能就是医院给配管或者配这个就是它这种装置，在你受伤的地方为了起固定的这个作用，但是后期可能会延伸出来很多其他的问题，就比如整个人身体变得不稳定，会它往上影响到这个可能会接触到这样的患者。是的，这个在整骨疗法里面，它也有系统的论述，因为你过早的一些干预，包括冰敷，包括这种外固定，其实是阻碍他的身体的自愈的。就是本身他损伤关节损伤以后，局部肿痛、局部炎症、水肿，实际上身体自我修复不可回避的一个过程。如果过早的打断这个过程，它其实从长期来看，就会让你痊愈的过程变慢，或者说造成一些不合理的东西。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要，我们要先治疗，让它对位对线，让它关节的结构恢复正常，然后它就不需要那么操。是的，然后病人也不有信心去恢复基本恢复。我们看到很多骨折的病人，因为要固定或者是手术，大概一个多月不能动或者活动减少之后，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肌肉萎缩，还有骨质疏松。这个后期恢复可能比骨折它本身恢复的时间要长很多。就是你知道这个现象，就是要及时干预，可以跟后续。就是首先在下面看方向，大概就是20到30下换一个方向，然后做4到5组，100下左右，换一个位置。数量是一个大概的，其实是要靠你的手的熟度，感受到它的组织好像融化了，让之前僵硬的地方放松下来，是可以换位置，放松下来。也可以，你手如果你有感觉，你也不想就是张老师数错，你多问病人，多跟病人聊天，觉得这里松下来了吗？你觉得这里还有恢复吗？或者会不会可能就是根据患者的反馈可能有方式。出血的话，我建议是3者结合，就是你一方面要让你手下的感觉跟患者的反馈对应上，另一方面你要感受一下，真的做够100下，是做够200，然后慢慢你就知道什么程度需要调多少下，需要调到什么程度，这就是经验的积累。如果有这个思路，你去积累经验就快；如果你没有思路，就只是机械性的重复去做，就是你可能做了很多，也没有什么经验积累。
交换一下。就是有一种那个被拆开了。今天直播了快2个小时了，我们可能还要再直播2个小时到5点左右。4点的时候会有一位患者，一会儿操作完，范大夫我们会讲一讲这个自我锻炼的方法。有人评价嘉宾的裤子好有趣，谢谢这位观众啊。范医生很高兴。可以给裤子用。那你觉得我们两个操作有什么不一样？其实都是很舒服的。就是人的感觉是比较粗大的，所以你不一定就是要操作的特别精细。大多数人他只能感觉到舒服，分辨不出好坏。就是你做到90分和做到60分差别不大，但是你自己要对自己有一个评估，我能做到90分，然后我可以怎么做得更好，然后我只能做到60分，那我就是要做得更仔细。我可能有的地方我感觉不够的话，我多做一做，做一点时间长一点。跟这个王教主说的，有的人吃不出米其林的好的，没办法。观看直播的朋友，如果漏掉前面的，可以等回放的时候再从头看，也可以在聊天室里面问我们一会儿抽空会回答相关的问题。这次直播就是可以在聊天室里面留言。上次第一次直播不知道为什么设置，很多人跟我反馈说不能留言的。然后上午直播因为这个设备问题，大概第一个链接20分钟都是在试声音2个钟试音乐，大家就不要点进去看了。我会在另一个新开的直播里面，就上午那大概1个半小时，讲一下这个相关的理论和一些市场的现象。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手法和理论传播出去的愿望。大家看这个操作的时候，最好是先把上文的理论部分先看一遍，这样看的时候就会更有意义，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像很多本地的西人过来治疗，做这个足踝手法也好，做我们颈椎环腰椎手法，他们第一反应是说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治疗，治疗的理念、治疗的方式，我们都是还没有感受过的。效果是比他预期的还要好，所以我们实在市场上是可以站得住。当你不够优秀的时候，你只能靠同行衬托；但你足够优秀的时候，同行衬托就更多，都是无所谓。
就是感觉讲的这个每一个关节都被拎出来，比如说我平时运动带到的这些角度。我们这套手法在它的里面，其实最根本就是传统的这种，道家还有这个传统武术里面它的思路，就是希望你能够发挥它的本能，就是它这个节奏本身处理它的能力，你能够发挥它的所有应该有的功能。佛教里面说的这种神通也好，你如果细扒拉开来看，就是我们从现代的眼光来看，其实所有神通都是人体本身就有的功能。它只是通过修炼，通过你的认知的改变，然后把你身体本身就具有的功能放大，它就成为了很多普通人做不了的神通。现在体育当中，我们看到奥运会里面，有人能够跑得很快，有人跳得很高，有人能投得很远。这个普通人来说的话，你就是可以认为是一种神通，对吧？你让一个普通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投标枪能投进去，投不了；跑不了，但他就能做出很多常人不能做的事情。如果你的认知不够，你看到这个现象，你就会认为它是一件神通。然后我们通过人合理的思维、合理的对人体结构的认知，还有传统的手法，就可以把它出来本身应该有的功能带下去。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其实那个运动员他真的是治疗完以后真的是跑进13秒，他自己也很厉害。他本来是开玩笑的，但是我们治疗完以后，不仅把他膝盖的单元板治好，通过把他足踝的一些陈旧性的损伤、一些陈旧性的问题治好，腰的一些问题治好以后，他跑的确实是比以前快，就是解放了全身的。我这个大部时间还是有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受过伤。去受过伤，一个是本身就是日常生活习惯造成的一些问题。本身我们左右手分工是不一样的，左右脚分工也是不一样的。一般是分作重腿和手腿，一只脚负责承重，一只脚负责转向。包括身体本身它有一个代偿的需求，这个很多时候不是遗传因素，就是我们很小的时候还是一个小 baby 的状态下，你的父母他习惯往哪边抱得更多一点，习惯把你放在往哪边睡得更多一点，你的习惯就会不一样。你们去观察，就是自己去做实验也行，自己去观察其他人做。你在地上或者在床上左右翻滚的时候，一般都是往一边翻滚更顺利，往一边翻滚会更难一点。然后往前滚翻和后滚翻其实也是这样，有人就前滚翻很顺利，有人就后滚翻，有人就做不了后滚翻，有人就做不了前滚翻。就是跟你身体当时还是不能自主的时候，你的父母怎么去抱你啊，怎么去把你放置的这个都是有关系。这个在很多筋膜里面书里面都记述过。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说你一直是往右边转收的，你一直是往前翻的收的，那你所有的日常模式都是这个模式优先的，它就会平衡不成，完全平衡代偿的这个没有，但是非常长。我们可能这么多年的日常，大概就是个位数的人见，非常少。当你的足踝功能得到解放，它能够站得更稳，能跑得更快，跳得更高的时候，你的每一步都有稳定的平台上，你的骨盆稳定之后，你的呼吸就会得到释放，然后你的内脏的压力就会减小，所以你整个身体的机能都会得到。就是刚才李老师他们问的这个，我就是它可以改变全身的问题。我们从整体观念，从循环系统或者一个解释，就是我们这个是有理论依据，然后有这个实验效果。
和那个什么双流地图、保存时代完全不一样，他们会自己吹自己能做到，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我认识的对这种鞋垫疗效很满意的人非常少，大多数人都是在抱怨，觉得自己上当了，只是有人可能在这上面花钱花的太多以后，不愿意承认，上包太重。是。今天主要是演示的，所以就是整个流程操作和实际治疗还是不太一样。实际治疗有的情况我们会做的更多一些，有的情况会做的更少一些，主要是要解决临床中的问题。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整个流程都操作。但是如果作为初学者，你是看视频来学的话，我建议你是每一遍都把流程的每一遍操作，然后形成一个记忆模式，避免漏掉问题。如果漏掉问题，就很可惜了，花的时间你去做治疗，最后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这样我们把我们第一次和你操作的整部整理的这一套做的话，你会这你做这个不是特别容易，特别容易忘。嗯嗯。做。拉，然后内翻、外翻、脚趾，然后9个点。内翻、外翻，脚趾。我们一般建议从小脚趾开始，然后足弓的这个矩阵，3排9个点。这个我看从视频当中看的不是会很清楚，有机会的话，我可能能在社区贴个图，或者是想个什么办法，以后再专门拍一下这个视频吧。不好意思，这个到放学时间了，所以隔壁的这个 daycare 就会有点吵。
一会儿再过5分钟左右，我们就先停一下，给大家演示一下锻炼的一些基本动作。我看后台我们观众好像是每天晚上5点以后会更多一点，所以白天相对直播人就少一些，但没关系啦，我们主要是留一个影像的资料。休息一下，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锻炼的东西。对，是。基本的骨拐的功能锻炼，我们担心这个光着脚。这个这样可以。还要跟朝上面那个，你先转一下。现在可以了。从易到难，然后来讲。简单的话就是足底筋膜混，大家可以在亚马逊或淘宝上买，都不是很贵。亚马逊可能是20加币左右，国内的淘宝20人民币或者更便宜都能买到，但是一定要买这种形状的。有的人好像一听这个足底筋膜混，因为它这个翻译的问题，英文是叫 foot roller，
好多人是以为是以前那种足部按摩器或者说一些按摩工具，把它当做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它的这个发现呢，就是最近10年的做出来的东西，以前是没有的，或者它的理念、设计理念，然后方法、训练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它这个大小，这个用来训练这个手，它不是这种泡沫轴啊、滚轴的这种，也不是按摩器，它主要是制造一个不稳定的平面。我们把它放在脚底下，一只脚轻轻的放上去，这就是一种锻炼，就不需要压住，只要是踩住就行了。这个时候你可以跟你的足弓的问题或者脚踝的问题，选择用哪个位置去踩。比如你是跟骨痛，可以踩脚跟这里，然后你如果是前面这种五弯翻或者内翻，踩在前面这里，这个就可以就不需要动，然后我维持大概3到5分钟，换一只脚就行。这就是一种训练，它是恢复你脚底的感觉，而不是通过这种强刺激放松筋膜。然后就是让它整体滚动，在我们脚跟到脚趾或者这个三角形的区域充分的活动，最好是让它往后滚动，有的人喜欢往前滚，往前滚的话，就是锻炼效果不是很好，因为我们的力线是在另一条支撑腿，你往后的话，可以让这个筋膜得到真正的伸展。上午我们讲的也是说，我们日常生活都是往前的着力，上着力，所以我们要充分让它有这种伸展有一种外力。你看平展跟最后的越高是我们这个头和肩背是打开的，然后让这个下肢往后，让我们腰是一个伸展。也是做大概3到5分钟，换一只脚，不做那么长时间。这个角度其实可以多换一换，看看你的髋关节内旋外旋的问题，可以针对性的去做一些纠正性的训练，千万不要用力踩，一定是轻轻的去踩。它通过这种不稳定的平面，然后让你支撑腿得到伸展，这和经期独立是一个的，就是我们知道一个稳定的平面，然后你支撑腿的脚踝的所有关节、筋膜、韧带，它会去做一些适应，然后得到锻炼。同样的道理呢，像武山的秦文修老师他讲的这个踏顿寻雷，也是同样的理论，只是说我们一只脚支撑之后，用另一只脚做出这种传统武术当中的中弹接腕，不同的脚的方向用力。峨眉12桩里面管这个叫脚踏八，就更仔细一点，活动部位就装复杂。那我们日常治疗的话，其实用不了那么多，因为我们不是练武术要跟人搏斗啊，要做一些极端的动作，或者是极限的动作。我们做这种中弹截腕，或者是1到2个方向自己有认识的力量动作。首先就是把大腿抬高，跟地面平行，保持身体的稳定，上半身稳定，前胸后背、脖子都是放松的，头不要跟着晃，身体也不要跟着晃，是稳定的。然后脚先翘起来，脚跟往下蹬，整个后侧的腿都是绷紧，就是绷着，然后回来，脚尖绷直，前面拉紧，脚尖往前够，盘腿，然后回来，脚往内侧，脚跟绷直，这是一个斜线，外侧的斜线就会拉紧，这是截腿，往外，脚尖往内，内扣，盘腿，就是不能够拉紧，回来，可以换一条腿来做同样的动作，3、4、5，可以从这个角度。
有一个节上就是不要看你的脚，你看你的脚的话，你的身体的平衡会受视觉校正，有的时候反而是动作，你要靠你的小脑，靠你的水底平衡，靠你身体地线是感知地面的状态，感知你身体的状态，身体的状态，这是一个基本的五感功能，包括骨盆的一个这种训练。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慢慢做一个，应该就会有收益。你的下盘会非常的稳定，非常的强壮，这样你的核心也会在。其次呢，专门纠正足底的一些局部结构的问题，比如母外翻母内翻，我们可以用一个基本的把脚翘起来。这个翘呢，不是说用脚跟，只是把脚趾翘起来，用这个脚掌可以接触地面，然后前进后退。一般我就是让膝盖同时用你开出来，这样对你的地下关节也是有帮助的。传统功法里就认为这种行走是可以补肾的，对一些男性的性功能、妇科病还有一些这种排便小便的这种功能的改善都是有帮助。然后对一些失眠神经衰弱、精力不集中有帮助。如果想要作为一个传统的练功的方法修炼的话，我们可以在家双手与心向立，两手起来之后，手指朝前，掌心朝下按压，让你的胸廓打开，背打开，额头挺胸抬高处，然后手心和脚心同步。如果觉得太难的话，你可以手部不动，就光是胯举起来，就是要慢一点，然后胯举的多一点，往前往后。熟练了之后，也可以左右走。这些都是日常生活当中都在做的动作，所以它对我们身体结构的锻炼效果非常好。大家有兴趣可以把这些单独的动作都试一下，看看哪个动作做的舒服，哪个动作做完了你有什么不好的反应。我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日常的锻炼的项目，比如我这个有顺的行走，我每天走10到15分钟，大概1-2周就能看到效果。有的时候针对性的去锻炼，可能你去吃药这个是行走。行走呢，我们还有一个上面提到的叫平地走钢丝，大家可以去找一边跳绳作为道具。因为很长，跳绳的长度是足够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跳绳也不是一个直线，我们也没必要做一个直线。你用你的脚踩上去，感受一下那个跳绳在脚下的压力的感觉和位置，然后你再去往前找，不要用眼去找，用你的脚去找，踩到钢丝上，把你全身的体重都压到这根钢丝上，不要压到两边，压到两边就会掉下去。你同时去观想，不是去你的脑海里面去想象，我走在一个望向山渊的吊着的钢丝，这个钢丝歪歪扭扭，不是很稳，它一直在晃。你要保持平衡，不能摔下去，不要跌倒，把你的脚趾要抓紧这根钢丝钢绳，然后一步一步都要走稳，就是太极拳的说呢，如履深渊，如履薄冰，每一步都要非常小心，前进后退，重心不要轻易的移动，一定是钢丝踩稳之后再去动一步，然后上半身不要晃，上半身是稳定。如果上半身晃得很厉害，可以把手抬高，或者是侧身去。这个在成骨疗法里叫惯养实验，就是把你的上肢打开之后，解除对腰腿关节的一个代偿和限制，
有的人会走凳子。如果你是头前也比较多，或者是颈椎经常不舒服，可以考虑在左上放一个物体，不要太沉的，放一个小的布的玩偶，或者是放一本书，薄薄的杂志就可以，不要太厚太重。轻的给你让头顶是一个感，它有一个触觉，然后你就要把这个东西顶高，就是我们安全里面说的虚流顶静，然后你整个身体力量是有一个拔升的感觉。就好像我们要把这个衣服或者是床单，你要弄整齐，别床单是一个基本功，你要提高鞋领，让它有一个受力点，然后通过重力的作用，你的脊柱、你身体就呈现一个状态。就是形体走钢丝的基础，我们就不说这些功法的神奇效果，还有一些传说啊，就是讲一下基本的练法。入门级的大家去试一试，当做一个零星成就就行。随着你的锻炼，你对身体的控制和觉知能力提高，你就可以不用这个消失。你去想象脚底下有根钢丝，我要去找这根钢丝，然后我可以闭着眼睛，就睁开眼看高处，但是不要看自己的脚。然后这个钢丝，我的脚已经充分的抓住，我重心移到钢丝上，然后另一个脚离地，慢慢找钢丝前面的位置，然后一点一点移做重心，脚掌整个包裹住这个钢丝，然后重心换前后移动都可以，对身体是非常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身体自己的本它就会做出调整，让你大的结构代偿得到一个有效的纠正，自我恢复。这个大概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就是我们日常行走的时候，每一步我们都想象你脚底下有钢丝，你也不用去走直线或者特殊的角度，我们每一步我脚底下都是在钢丝走，然后这个有一个推疼的舞，就是这样的话，然后再进一步你可以走一种曲线，身体也可以运动变得很稳定灵活是可以同时走。你如果没有稳定，就没有灵活，没有灵活就不会，大家只是阴阳平衡，互相鼓励的。最后呢，我们要教一个这种左右的方向力的训练。这个训练呢也很重要，也可以当做一些单纯的基本功来训练。我们有的患者他有一些原因或者身体状况，我会让他建议这个动作当做每天日常练功的一个核心来的。因为日常当中大家都是往前走的多，往后相对少，左右有点像也比较少，左右横移基本没有，而日常生活中没有这种横向力，但是侧面的还有螺旋的这种力是维持优势的，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充分的训练，刚才也说，因为左右脚中间，当你在1岁以前，你的父母抱着你，或者把你放置睡觉的这个角度，就会引起你的很多生理上的习惯、生理结构的习惯，它就会造成左右不平衡。那我们通过这种左右平移的这种训练，就可以相对纠正让两边相对平衡。动作很简单，大家可以继续想，就是有两根左右平行的钢丝，然后我们双手合十，放在它的上勾穴这个位置，不用太高，也不用太低，在上勾穴这个位置就可以了。然后就是空掌，合十是没有掌和掌，因为只有身材上的强度问题在，那它是空心的，带着一个虚心的状态。同时从经络来讲，就是比较系统的井穴，还有劳宫、打菜、劳宫贴在一起，都是从两生的征兆，都是3个力，然后这个空掌和持对着自己，然后一只脚踩在钢丝上，稳定住，另一只脚抬起来，想象有一个门槛，把这个门槛迈过去，踩到另一边的钢丝上，
对钢丝踩稳，然后重心1厘米控制的移动过去，后再把另一条腿来慢慢落下来，但是重心不要下去。如果掌握不好的话，可以离地或者是脚边轻轻点地。这个时候就是关键了，要童子半。所以我们是先要保证下半身稳定的情况下，手带动上半身，抬头看到我们高处，不看远处，有一个你很真正的宗教偶像或者很真正的人事物。我们停3到5秒，再下来，然后保证脊柱正直，略微往前鞠躬，停3到5秒，回到中立位，再冥想，落到另一边的钢丝，重心一点一点过去，停3到5秒，再冥想，脚尖轻点地，手带的躯干更有舒展，停3到5秒。折叠骨和臀骨都脊柱是伸展伸直的状态。首先3到5秒，回到中立位，然后再重复就行。大家就是可以这个锻炼看起来很简单，但记得把全身都有锻炼化，而且都是日常生活不太动到的地方。就来人了吗？哦，还是这个。我这个人，就开始说安利的项目。你好，你是？大家稍等一下，这个患者提前来了，那我们就提前开始这个实际案例的演示。稍等一下，我们先做一下登记的工作。诸葛小神亮来了，欢迎啊！这个多伦多的神医，你好。诸葛小神亮，这聊天区这位是多伦多的甘大夫，他在多伦多有自己的诊所，也是著名这个青年美女中医啊，在多伦多地区非常有名。多伦多地区的朋友可以找他去看病，也来我们这系统培训过很多次，对脊柱和足踝的手法都学习过。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找他。我们等患者稍微整理一下，然后给他做一个采访，问问他是什么情况。你好，更带上书。哦。我们问一下我们的基本情况。先是可以放在这个。
你在这边，你好，怎么称呼？家人都啊，您是怎么不舒服的？就是膝盖可能不是很好，然后呢脚会比较松，对，膝盖的这个髌骨上分，多长时间了？就是没有现在有什么症状？没有做一个简单的评估。好您站在这里，然后打开往外旋转，再放回来，再放另一边，放回来，有什么不舒服吗？然后我看两边转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对，因为我的好像是有点旋转还是哦，所以说也是我们再接着再蹲下来，然后先蹲下去。你看，嗯有什么不舒服吗？还好，但是膝盖会有点然后两个脚再垫起来，然后放松的动弹，后来这个过程中会有什么不舒服吗？是很多人他是已经受伤时间长了以后，慢性积累，所以对身体没有敏感力适应现在的情况，所以你自己觉得不舒服，但是怎么不舒服，这就是不太容易描述出来。没关系，这个其实就是现在大多数人都是很常见的状况，因为你可能没有经过我们上午的讲座，所以这个身体的感知啊，这块的重要性不是那么轻，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治疗让你感受一下，把这个足踝充分的放松，充分调整完结构之后，它的感这个感觉实际上是应该是你足踝的正常反应，但是因为你们习惯了不舒服了，这个以忘为常，把不正常的当做正常。然后我们调完以后，有的人反而会觉得不舒服啊什么，会感觉跟以前非常不一样，是那个途径啊。我们先简单调一调，先把皮破，然后先把那完了之后，不舒服。两只脚的感觉差不多，还是哪只脚更严重一点？我的腿，我的腿会好，我右撑动，撑动，就因为我原来左腿受伤，就比较喜欢放右。刚才评估的时候也是看到，就是右腿支撑的时候，你左腿是可以转的很大，左腿支撑的时候，右腿反而就不看转那么大，说明左腿的稳定性相对差一点。那我们就是先调一下左腿，对，放松就可以。就是像我们做一下全部的这个如果我们预期的时间来得早，是为了可以充分的时间去帮你放松就可以。如果有不舒服或者甚至去告诉我。先放在我们一起来做，做的方法是这样。左边的部分有一点小部分，左边那个部分画面没问题吧？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提问，现在我们不在我的视频上。脚问题还是挺多的。因为我左腿就是髌骨前面就是后位，然后就是足管，所以呢，可能觉得就是有点失去功能。不能转过，嗯，这些都是可以治。
规范质量。一个问题其实可以说，应该正好这个直播可以，可能很多人没有接触过这个质量，通过这个质放松，形成可以接触的，这样一个模式。做不完的时候，需要细心，需要耐心，不能着急，因为这关节很多，然后要认真仔细，能够实实在在做好。您是做什么职业的？现在电脑就平常做运动吗？偶尔然后跳舞，但是后来医院希望我们治完以后你还可以继续跳。治疗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让你做你想做的事，不要因为我从上来感觉。这个脚应该是多次受伤，就是好多关节被那脚好像没有我不知道。好多都是慢性的时候，好多是觉得膝盖的时候，非常早做开始。他不是那个还有很多人就是特别手法，或者说太愿意做手法的男人，就是比国传，我认为说接触病人会有病气的问题。其实大多数正常的疾病没有那么多病气，就是一个自然的失调，它是有结构出完成病的。这种病气就没有病气的影响对人体的话，当你的身体是完整的状态，没有特殊的结构缺陷或者你精神上没有所有的缺陷的时候，它是这种病气是更多现在身体正气沉淀起。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动作操作要规范，你操作的越规范越熟练，越不会那种病气形成。
所以学习方法不用太担心和分析，反而是那种只做只是贩卖不要的生，他的分析给你更多，但这个病气并不是病理传染，是因为你久坐长期处于一个状态，一个姿势不动，你的气血运转不畅，造成的身体的对电气的敏感，是你感应到病气，然后身体会相应的反应，而不是这个病气进入到你身体。有机会我们可以跟我们做一个视频，详细论述一下这方面。当我们去深渊的时候，深渊在是所以越传越强，身体就越长。作为病人来说，不用考虑说神虚的东西，就是我受伤规范之后，就已经就是想看是不是我们业力病啊，或者阴性病，其他的没有问题，往往都是没有及时治疗的严重损伤，才慢慢积累出来，还有及时治疗、规范治疗，然后好多江湖人士就是特别喜欢在自己的诊所或者网站就是说自己擅长疑难杂症，但是按照我们传统中医的理念是不存在疑难杂症这个东西。什么叫疑难杂症？就是如果你不能够明确诊断，不认识这个病，对你来说这个就是疑哪个部位你不会治这个问题，你会治这个杂症就是它问题多嘛，但是我就没有像我问题特别简单的病，每个人都是400万个，每个人都要以前当然都是杂病，但是我们治的这个病，所有的病都是杂病，没有人照着教科书去生病。你照着教科书生病，你还需要学吗？你照着说明书照材料，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打着招牌说擅长治疗疑难，专治疑难，我认为你可以把它等同于江湖骗子。我们作为正规的学中医的专业人士，往往说自己是治疑难，那是你脑子不清楚。是脚趾这里面是它有个挺严重的到底指出只是有点舒服。这个是可能跟你关节有关系。我们上网讲过，所以说要试图鞋。现在很多鞋的鞋型，它这里脚趾是拉的很紧，所以你日常活动的时候，它没有足够的空间活动，时间长了，它这个从中宫会受压，它这会松弛，对，当你的这个第一脚趾关节或者是第五脚趾关节还没紧它，这个关节就会变形，就是所谓的母外翻变出来的，所以这里会就是跟它鞋子，我建议你可以换一下适合鞋试一试。是，或者就是如果你是在家办公，可以考虑光着，我一般就是光着脚，光着脚多做一做这种脚趾练习。刚才我们视频有录，然后可以看一下回放，然后就锻炼动作练一练，对这个功能会比较好。一会儿我给大家再教。控制应该说不一样，有人被蚊子咬，他就觉得可能要死；有人生还觉得一点不，因为疼痛就是个人化，所以每个病人的情况他都不一样。等你觉得没有用力，那他就觉得挺好吃，我那就换，不换，方向，让你能够接受这个治疗。没有什么感觉，不是说我们第一次治嘛，所以我还对你说熟悉，你也没有对我这些不太能够治疗方法。几次之后，相信会配合越来越
但是我希望第一次能够让他效果更好，所以说这些。就是刚才说的，真的是要考虑换上去的。刚才我看这个鞋很不合适，一会儿治疗完我会告诉你怎么挑合适的鞋，有一些小的简单的实验，你做一下就知道这个鞋适合你。有的鞋会让你越来越好，有的鞋会让你脚不断的用力规划。那如果穿那种拖鞋，就是20、23也是你不是看你的脚型，就是每个人的脚型都不一样，有的人的脚型就适合那种分体木屐的那种拖鞋，有的人就不是。就像我们练功的时候，应该算是练什么？练什么功，就是就像站桩，然后太极、走路这样练，其实是应该光应该光是这样。分适合鞋，还有看你是在哪种阶段。然后不同的阶段要求，有的阶段就是，让你穿一些不太适合运动的鞋，比如靴子，比如高跟鞋，哦，就是它会就是武术嘛，还是要求你在这种极端环境下都能够发力，所以它是有的时候是会让你变，哦，它和日常生活的发力方式运动是不一样，有的时候还是会让越练越舒服，有不同的方法，不要求。那传统那个功夫鞋，就是没有传统工人工商业概念，这都是也就是有的武术表演，需要做一些跟日常生活不一样。这个膝盖和脚不舒服多长时间？我现在从我现在从10岁的10岁人还没有发育完全，有可能这个膝盖是会影响发育的一些情况，所以治疗的时间可能会相对长一点。手脚的这个非常的松动，非常大，完全不能用来。有方面，如果就是小手外侧的这个小腿，然后你的膝盖呢就是正与非的这个平衡，跟跟平衡的问题，会影响你跟其他地方。你先要争取到它这个。经常组织不说会有家人。社会一定要社会数位，但是数位不能和跟我们改系。你跟他说这个是发育不良，所以我的筋骨是伸直的时候它就吃饭，对，自然吃饭。你说从10岁开始就可能会有差异，但是我们可以在现有的结构下更平均一些，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过不过的运动的问题。你要让郭建明去跟姚明打完球呢，你怎么打？怎么努力？怎么努力？但是你可以在
跟郭敬明同样身高、同样体格的人去练一练，就是还是有希望的，会有做，但是没必要去跟这个先天结构去较劲。我明明没有这个身高条件，我不要去那种挑战中，让你有的你跳起来就来不及的，不要往那个途径吃。你已经知道膝盖本身发生有些问题，结构有些不稳，那我们就要想办法让它周围的结构更稳定一些，让这个能行动的，这个都是可以做到。但你一定要说，我知道膝盖不好，我要挑战极限，我要去做铁人三项，我要去打破世界纪录，可能性很低，不是说不可能性很低。你先把日常生活的去做。我希望就是说日常生活，对，因为你看医生普通的关照，对日常生活的平淡，日常生活。现在的最新的研究就是认为是可以修复成年人脑的内容，只要你的结构和理去修完好，一些环境好的话，它就可以恢复，只是恢复的速度很慢。很多人损伤或是比修复的快太多，所以就看起来好像比修复。我之前治疗过一个这种膝关节有膝关节半脱位的患者，他因为滑雪板受伤到大概治疗了1年多以后，基本上现在西方2年都是正常滑。所以我现在我希望他这个平台能够更新。另外以后先看你的稍微好，让活动就正常来办。它活动度太大太松，就导致了脱位的可能性。我们把它的结构调整，先把脱位去。下地的可以讲，好。要出来舒服，但是就是胯部会没有，怎么不舒服呢？感觉要往上。我们是觉得往上，而且等于发现了，就你刚才说的，你吃完跑到合适的位置，你反而不习惯，你已经把不习惯那个状态当做正常的状态。我们还是就刚才那个测试，站立之后转化，看它活动度和稳定性有变化。我观察是这个小组刚才的活动比较大，自己的感觉好像是，稳定性和感觉。而且站着好像感觉就蛮高的。就是放在地能湿度越经常我们把另一只脚。没有专业知识的患者，他可能描述不清楚，我们要更多的依靠客观的观察，他的主观的感觉和参考。但是我们要观察到现在要分析问题，到底有没有改善，真改善了，还是他因为这个摄像头在的这个工位实践突然一下，观察到他有改善的状态，但是这个观察到的可能和他自己感觉的不舒服，并不一定，所以他并不一定重视这个。并不一定觉得这个效果好，尽量把结构上能够做到最好，之后观察。是你这边有点受最近有受伤吗？我刚刚没有，但昨天做过。对啊。他的右脚是有内翻的这个倾向，这个是左脚没有。这个一般提示他们信息左脚伤过，或者说是因为
左脚受伤，导致他右脚会之后没有代偿。有这种网上的观众留言提问题吗？可以吗？提的是。那右脚偏就是内穿多，它是不是额外像这一块，会有同学你基本上都做也就类似，所以他的两条腿就是有东西，然后这个一条腿就是内侧外他现在还年轻，所以就还不一定那么出色，自己可能也习惯这种道理。然后看到发生东西，希望把这个东西，而且理论上讲，这个问题去它有更多。
而且刚才都已经改善了，这是身体的自我保护，然后我们把这个自我保护呢，才能往好的方向引导，它就会越来越好，而不是它在错误的方向上自我保护，反而让身体不。这也是523这里的，还有这个留言，对，小许的这个功能有点蜕变，是曾经的，是正常的小许功能没有发挥，就导致这个筋膜合起来，它就没办法正常的。如果平常在谈的话，它这个协作攻击力就是会上到膝盖，你把脚的功能恢复正常之后，它能够反攻，能够像打方一样，把这个冲击力反攻掉，膝盖和腰的。但是需要能找一个合适的鞋，这个鞋是会扣。这个因为脚，我们可以再长的一侧，然后或者很多这个系统还有这个小。这个时候如果是作为初学者，就建议不要做。然后你说做了一个，我觉得你给他机会，你把其他不同的情况下，真的把很多生态，然后他身体会自我适应，然后那个地方会慢慢就没那么紧，然后下次或者再产生去调整一个问题，对这个不用去设置一个这个这个先把能做的，剩下的就是最开始写作习惯工作的非常方式，还有番茄的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没有治疗的时候，它也比较好。如果它可能协特别不足，它习惯会，可能治疗做的一般，下次治疗的时候，它有如果是它其他的方面都做好，那可能治疗什么说都还下次来，给我们去发现，治重的医生和患者是
概念，共同的理由是其中，所以我最多告诉50%，现在50%比较高。这边呢是主要一些，但是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我感觉。这个没有交左边，现在左边还是突出的。现在没有。对，因为刚才我们只调左边的时候，右边还是紧的状态，所以会显得更明显。现在两边都松了，它自己就能适应，就不会那么突兀了。那感觉右边上分。虽然我们今天是主要讲主管，但是因为患者的情况可能涉及到很多，我们也简单一点考虑到，我们让大家好。他们关注看到说同时，我之前还在视频对我专门的方式是哪样的，它是一个方向，就是说有任何被动的操作，理论上是可以达到知道。有的时候你去自己锻炼，肯定你去吃药，去治疗，就是个调到。那有的时候就是光靠锻炼蛮好，是吧？对吧？帮助就没有那个举的感觉。应该试一下这个分块。那个
剩下的这个就是让下肢的所有关节都挤压在一起，测试它在压力下会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然后就是我们伸展之后坐下来，关于头部对这个关节的视觉会有没有什么不舒服？也没有，就是头部的两个，怎么不一样呢？应该可能更多一点，就是它缓冲呼吸的效率更低一点，然后我们就是要想办法让它这边能够缓出更多的冲击力，这样你每走一步，日常的行动都会有改善，也会提高协力，还有一个脊柱通过伸展机会和更高。不是需要很强的力，主要是让它有一个往上方向性的力，来试一下，就这方面差不多是吧？那这就不是一个纵向，主要是在一个旋转的方向，跟这个对的。你发现问题都是问题，才能说才能把这个问题的大。都是我选的先拉这个我比较少，后背什么把这些放松下去。非常东西。我们还不把这个下个月就行了。我们希望患者能够恢复到正常生活当中，没有症状，没有活动障碍，是应该在动态当中去测试，知道一个大脑的效果。这个对，不舒服。反正没有不舒服，没有不舒服。刚才那个放松力量跟不一样的。对，那我就是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习惯性的左边右边也转的。就是我们不管原因，我们要解决结果。所以现在是刚才如果是100分的话，现在大概还有多少分的感20、30。如果作为第一次的那种话，我们是可以认为85%改善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是希望能够做得更好。
本身因为今天是足踝有，所以是从足踝开始去，但是你可能时间长了不光是足踝，就简单帮你把一下这里松一松，剩下的把它再去再改善。所以是这个角度不能吃是吧？是这样子就不舒服。里面有点变质，为什么怎么舒服你想做？变质，那边，不是那边的调。你关心应该
我发现不能有身体的状态。再试一试。就看会看的左腿上面右边抬的高一抬的里，能稍微出现你左脚这个提弓从上面做，这个要慢慢纠正。我们会教你一些锻炼的方法，告诉你怎么去挑鞋。锻炼方法很简单，两个脚的脚步两个脚的脚的那个脚步呢，要在9度以内，不要超过9度，不要变成顺着脚，就是在9度这个位角，然后往前这个脚跟方向翻换，要保证膝盖是伸直的，然后一脚前一脚后，再看这个身体，然后脚底有3条线，快点，然后从头部上半身稳定，上半身到跟上，做大概10分钟，然后换一只脚，这样慢慢的改变的腰还有这个脚，不同的位置吧，就更然后手需要对膝盖要伸直，因为你膝盖多了就是膝盖这里不太稳定，所以我们希望他膝盖能够放稳定，我们让膝盖不动，让这个脚力量能够顺利的传到一个把这个能在这样一个病人不相提就膝盖，我也说这种老有偏的这种地作用到膝盖，除非不同阶段它出来的路径，我们先让它稳定。增加脚和灵活性，增加体态的均匀和弹性，这样你以后会越来越好，来避免它的磨损和劳损。然后讲一下你鞋背的鞋和弹力怎么。你们可以看到，这是一双非常常见的这种旅游鞋或者叫运动鞋，它的合适呢，我们不知道这双鞋合适不合适，但是要做一个物理实验，给大家测试一下。测试的方法不复杂，现在你是光着脚，那我们就是认为它是脚皮肤的功能和结构自然的状态下，那你先在这里就是原地踏步感受一下，然后站着放松，你去感受一下身体有没有前后左右晃，然后有没有不稳定，这是第一个。大家也可以通过镜头观察他的头顶、肩膀有没有前后左右晃，就站的稍微近一点。
看得更清楚一些。我自己测试的时候，就是你一个主观的感受，你有可以放一个手机或者摄像机，拍一段视频，2分钟到1分钟就可以。这样你去通过视频的这个角度去看，可能看得更清楚。有人他可能感觉不是很敏感的话，就可能感受不出来，或者是习惯了他这种放松，就不觉得这放松是问题，然后感觉不出问题是。你记住现在就是光着脚的状态，然后我们一会儿测试一下穿上鞋的状态。第二个观测呢，就是你去感受一下呼吸的深度，有意识的做几个最大的深呼吸，感受一下呼吸的深度，然后通过视频观察你胸廓的扩张的程度、收缩的程度，会不会带起两臂胸廓的扩张，会不会带起两臂的放松的伸展，轻微的摆动，可能它的胸廓前后左右的方向都有扩展，呼吸的深度足够深才会这样。如果呼吸受到阻碍、受到卡压的话，还是不会带动前臂的。然后你记住这个呼吸的深度，记住到它的稳定这种情况，然后我们穿上鞋。其实你如果看视频的话，有时候你正面看不清楚，可以看一下侧面，你要不要在就是侧着这个镜头，然后你回看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就是光着脚的时候和穿鞋的时候有区别。做几个深呼吸，看一下胸部膨胀的程度，然后呢，稳定一下，感觉一下身体有没有放松，可以观察一下头顶、肩膀，观察一下手，或者手臂。然后你这个时候再穿上鞋，还是同样你就是可以原地踏步几下，放松，不做控制去感受一下这种站，先侧着吧，侧着然后我们动了。我们不需要给他一个植入的观念或者概念，就是要看你的感觉，看客观观察，然后你自己感觉有没有问题，然后听着镜头或者我们正在侧面看你的头有没有晃动，有没有部分，你自己感觉穿着鞋和不穿鞋的感觉有什么区别吗？还有就是一般生活也是就是不穿鞋会感觉一穿鞋就会有点慌的感觉。然后我们再正过来，就是一个是稳定性，还有没有头有没有晃，身体有没有晃，不要背着手就放松放在两边，然后做几个深呼吸，看一下他的胸廓的状态，你自己就感觉一下呼吸的深度。我们就是为了避免就是我的语言对他有诱导，所以我们先问他的感觉，就是你自己的感觉、稳定性，还有呼吸的深度有没有变化，是往哪个方向变化？呼吸的话感觉差不多，然后稳定性呢，肯定是有会只会穿上鞋吧开始放。对，所以不管就比如说如果说就做这个动作是光这样，对，如果就是稳定性很好，你精神力很好，你可以试着单脚站立，然后看它有没有晃。有的人穿上鞋以后就没办法单脚站立。对，这个我自己也有试过，就是穿上鞋之后就没有，就更难一点。对，所以穿鞋的这样子。不是都是这样，有的鞋，比如像穿这个驱逐鞋，它就跟光着脚差别不大。就是有的鞋比较符合人体的这个体弓啊、脚踝的结构，它就不会影响太大。然后有的鞋就是比较违反它的生理结构，就会影响非常多。我们从视频上不知道观众能不能看清楚，从我这个角度就能够看到它头晃动的更明显一些，我们身边差了。呼吸实际上也是有影响的。从我这里看，就是你胸廓的上端，穿上鞋以后，这个呼吸不要那么靠上，呼吸的胸廓膨胀的程度，光着脚比较差。然后我们知道一天要呼吸2万多次，所以你每一口的呼吸都变少。时间长的话，其实这个你体内会出现那种缺氧失血的状态，可能程度不是很多，但一定是会有影响，这样更容易疲劳，这样你的身体状况可能更差。然后我们再试一下，你把鞋脱了，把那个鞋垫
放在地上。就是广告上肯定是说它的鞋是最好的，怎么好，我们不否认这个，我们只是说这个鞋可能不适合个人，所以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去主观感受一下，客观评估一下，看这个鞋对我们的稳定性，对我们的呼吸有影响，不能拿出来是吗？拿不出来。那就算了，那就不做这个实验。如果有条件，有的鞋它鞋垫是可以拿出来的，那我们还可以测一下这个鞋垫的对平衡性、稳定性和呼吸的影响。然后去掉鞋垫之后的鞋对这种稳定性和呼吸的影响，好多是传统的鞋型其实是比较好的，影响真的不大，对一些这种鞋垫影响比较多，就是它鞋垫过于追求这种柔软、主动支撑啊这些功能性的结构。不可否认，它对一些专门运动，比如你做一些剧烈的运动，还有跑步啊、跳跳啊，它对缓冲是有帮助的。很多这种高足弓的人是非常需要这个支撑，可以缓解疲劳、避免伤害、减轻冲击力。但是正常足弓还有扁平足的人，他如果有它会破坏你足弓的功能，会让你的稳定性变差，会让你的呼吸受阻，会影响你的运动表现，你反而会更加大受伤的概率。所以要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鞋。你可以拿这个实验，把自己的鞋都试一下，一定能找到合适的鞋。那像我是属于什么足弓？那应该是足弓的正常足弓，就正常足弓这个范围是很大，然后没有这种弹性了，足弓下来就高足弓，它的缓冲的能力是变差。然后站立或者行走的时候，整个脚掌完全贴到地面上，这种叫扁平足，就是低足弓。高足弓和低足弓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它的收缩能力变差，就是卡在那里不能收缩了，这是问题，就是它的功能影响，结构的话被破坏。上午我们的讲座会讲，可以看一下回放，去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然后看看就是不要太在意这个问题。扁平足有扁平足的缺点和也有它的优势，高足弓有高足弓的缺点，它的优势。你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适合自己的习惯，不是说所有人都要一样。就刚才那个实验，刚刚实验结束我自己的感觉没有。你这点呢，你的主观感觉，然后你可以拍一个视频，客观观察，你从第三者的角度去看，会更明显。比如说，你可以在头上弄一个标志物，你顶一本书，或者你肩膀上弄一个显眼标志，在视频里去看很清楚。我们在第三方的角度，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得非常清楚，但是有的时候你自己是感觉不到，因为你习惯了这种方法。那就今天先这样。好的。感谢你的这个在这里。好，线上的观众还有什么问题吗？目前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先结束吧。第一次直播这么长时间，没什么经验，出了很多问题，以后我们就尽量避免。如果大家觉得这种直播有意义，对大家有帮助的话，我们可以以后定期或不定期的继续执行。感谢朱大夫和范大夫。朱大夫的诊所在学习接近 UBC 的朋友，或者是住在附近的，可以去嘉西中医温溪店去找朱大夫。范大夫的诊所在渔人码头 Victoria Sports Rehabilitation， 就是维多利亚运动康复中心，在渔人码头的地标建筑天卫馆楼上。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观看。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建议，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会尽量安排。谢谢大家，请大家多订阅、点赞、转发，谢谢，再见。结尾结束。结束。哎呀。